到 Star Seesaw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马上就要来到我们2023年的4月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好快，我们已经把2023年过完了1/4，大家有没有察觉呢？OK，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我们的月运预测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4月整体运势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等等的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运势转化。4月啊，一个新的开始，在我们塔罗当中，4月啊，一个春分的节气过去之后，也代表了一个新年。当然了，其实同样啊，在很多国家，包含了日本，4月1号到来之后，公司也好，学校也罢，都会迎来一个全年的新开始，代表一个新的年份、新的季度。OK，那4月当中我们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同时呢，很多的天象也终于搞定了他们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些很大的天象已经在3月尾发生了真实的转变，所以说真真正正的一个新的篇章已经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从点到面啊，波及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能量磁场，也就是说外在来讲，有可能我们的整体的生计形势啊，经济环境的转化，我们的视野视角在发生不停的向上的一个变动，或者说在发生转变和转动，那我们的内在也是一样。那根据这样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啊，这个4月一个母羊的白羊的月份，看一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整体运势能量，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个占卜影片的朋友们，也祝福大家4月都好。好，那同时呢，在这里也要祝福啊，我们这个4月3月尾3月21号啊，春分这一天开始过生日的所有白羊座、牡羊座的宝宝们生日快乐！祝福大家在新的一个年份当中愿望达成，一切都好，一往无前，并且可以一扫之前的阻碍，一扫之前的某一种阴霾，让我们大步向前跨，好吗？好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前3组影片分析完之后，在第4组影片当中，我们也会帮所有的牡羊座宝宝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年的生日锦囊是什么样的。那在这个生日的月份来临之后的整个一年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礼物？当然了，不管是太阳星座也好，还是上升星座、月亮、金星有牡羊座特质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开这一支影片来看一下给大家的这一份幸运锦囊，祝福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选牌。好，在今天的选牌开始之前，我们同样会用颂钵的方式singing bowl 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去做一个能量方面的修复，以及做一个简短的冥想，来帮助大家净化我们目前的磁场和我们的各个脉轮。如果时间比较紧赶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读牌。好的，那如果有一些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冥想和宇宙的连接。OK， 那大家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闭上双眼，调整我们的姿势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和一切连接之前，让我们首先沉浸我们的呼吸，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体的正中央，我们呼吸的管道前后。让我们深深的吸气，再深深的吐出来，一起做3次。让我们一起感受我们身体的能量在静静的平静并向下沉淀。让我们开始我们对于身体的放松，
从我们的头顶开始，来感受宇宙给我们的光和信号。好，让我们放松我们的头顶，放松我们的后脑，放松我们的脖颈，我们的肩膀，放松我们的后背，我们的脊椎，让我们平稳呼吸，放松我们的骨盆，我们的双腿，放松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脚踝。让我们轻轻地摊开双手，好像摊在绵绵的云朵上一样，将我们所有的力量全部都交给我们的周遭，交给我们的宇宙，交给我们的后方。在我们将压力和能量缓缓地释放之后，我们开始去感受我们的各个脉轮。首先，我们在我们的脚下感受一个圆形，我们可以摊开我们的双臂来丈量一下这个圆形的直径，这是我们的能量场。我们感受在我们的呼吸同时，这个能量正在聚集，颜色正在变得更加的深厚，幅度正在变得更加的扩大。好，它以逆时针的方式正在流转。随着我们的呼吸向上，让我们感受这股能量开始温暖和疗愈我们的海底轮，在我们的骨盆的位置。我们让这股能量缓缓上升，从我们的海底轮开始向上。到我们的脐轮，到我们的太阳轮，到我们的心轮，从我们的心轮出发，再次向上，到我们的喉轮，我们的三眼轮，直达我们的头顶，头顶轮。
好，让我们再次呼吸，感受我们身体能量的活跃。此时此刻，我们的各个脉轮已经被我们点亮，并且开始从我们的顶轮发出更多的能量和信号来连接宇宙。我们是安稳的，富有能量的，正在挑战的灵魂。宇宙正在尝试给予我们更多的能量信息、保护以及赞美。此时此刻，你即是美，你即是爱，你即是这宇宙的一切。感恩。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就完成了。感受到今日的冥想有很多橙黄色的太阳的火的信号进入。由于呢，到了我们今年的牡羊的月份啊，一个火的季节，感受到了给予我们很多的生机和活力。所以也希望通过这则冥想来帮助大家做一个连结、传导以及疗愈。感恩大家的参与，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OK， 那在我面前呢，从左到右是3副组牌，我们今天依旧是3副，来帮助大家看一下整个的4月运势是什么样的。OK， 那大家可以凭借第一直觉来进行选择。OK， 我们从左到右的卡牌，它的位置，它的光，它的信号。那对于选择有一些疑惑或者说需要参照的朋友们，可以看下方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水晶石的骰子来进行一个参照。当然了，上方的数字也是我们投掷出来的。OK， 那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我们参照的数字是1号，是黑曜石，黑色1号。好 ，OK， 那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我们参照的数字是9号，粉色水晶。好，这是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好，我们参照的数字是12号，绿色天然石。12，好的。
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这就是你的能量，没错了。那如果对于2副左右的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这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一个 general reading， 所以你的能量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第一副组牌黑色钥匙数字1号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的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4月运势哦。看一下在整个新的月份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的感情、事业、财富等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讯号传递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选到的数字1号对应的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哦。我们的4月，我们抽到的是25号 Nature 自然呢。很多朋友我看到啊，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是更喜欢、更愿意去接近自然风光的。你们有可能主动、被动的啊，会去看花，或者说你们会更愿意去打开你们的心轮，连接这个自然给你们的能量。你们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同时这片风景给你们的能量是怅然的。有可能呢，你们也会有一种对于未来、对于过去一览无余的，突然舒了一口气的感觉。你们的晨曦已经挂在远方的天空了，我看到渐渐的，在你们的世界当中迎来了晨曦的光亮，迎来了一片希望的海洋。还有就是你们会感受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当中美好的东西。很多朋友，我觉得4月对你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你们感觉到舒缓、放松啊，有可能也会将压力稍微放置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原因在于什么？我觉得一些朋友在整个的月份里边，你们会凸显出一种换气、透气的感觉。不管当下在面临什么，你会不会把上一个阶段的一些能量放下，你们也会把下一个阶段需要去做的事情整理好。而在这个间隙的时候，最宜于你们的是去跟自然接触，是去舒缓你们的能量，是去放松和休息。所以在这个卡牌当中，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以自己为这个出发点，而且你们的能量其实是一种正在强烈的被阳性能量所照耀，正在进入一种转化的一个状态。这个阳性能量指的就是活力，指的是光芒，指的是快乐，也指的是你们的行动能力。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其实是可以在整个月份当中去做一些运动，做一些度假。如果你们的工作很忙碌，没有时间去接触自然的话，那你们也可以在偶尔可以休息偶尔可以给自己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时候，听一下冥想音乐，或者是为自己买一株喜爱的植物，买一束喜欢的花。我感觉到其实你们的心情会为此而感觉到非常的振奋。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整个的月份当中其实是会变得更加浪漫的，你们也会倾向于注重或者说 focus 更多美的事物，因为这些美的事物容易把你们去带到一个更高频率的境界。比如说你会快乐，你会怅然，你会释放。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变得比较具有沟通能力，而且你们的审美，或者说你们喜欢的事物，或者说你们的外在，有可能正在发生一定量的变化。如果女生朋友来到这一组，我看到你们会变得更加具有女性能量，因为你们的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正在平衡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牌，它是旭日东升的一个象这个太阳正在去照耀大地。OK， 我们前面看到雾也看到没有被阳光照射的部分。我们大地的深层其实是一个强烈阴性能量，那阴阳的一种平衡也代表了你们会将外界和内在的能量做一个真正的好的转化和清理。还有就是你们会让自己处在一种健康的，或者说动静皆宜的一个状态。你们也会适当的去释放你们的情感和调整你们的压力部分。还有就是这美丽的花海全部都是粉红色，所以你们会更加倾向于让自己变得浪漫有魅力。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女生朋友，那你们有可能会去选择类似于粉红色、紫色等等的颜色来去装点自己，或者说你们就会去换一些外在的形象，比如说妆容发型或者说衣着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审美
也包含了我们内在的变化。这个阶段你喜欢什么，或者说你正在感受你想去改变成什么样子，往往是你内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像，那我们的外在有可能更容易被这样的一些事物所吸引，认知为这种事物和这种状态是美的。因此其实我觉得整个的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变得更加健康，你们也会趋向于让自己去绽放你们会趋向于让自己去更爱自己目前的状态，你们会去感受这个天地之间给予你们的一种平衡。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我们抽到的是 Sun in Gemini Communications OK， 这是一张太阳在双子的牌 OK， 这个月份当中一些朋友很明显我们的冥王星进入了水瓶这个新的纪元里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科技或者说去跟外界接触的机会出行的机会接收到新的讯号的机会。这个牌里面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颗太阳远远的太阳的光芒 OK。Hone your negotiation and relationship skills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更加的提升和磨练到我们的商谈的或者说处理关系的圆融关系的一种表达的技能。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你们会体现出很多喉轮的震动比如说你们会沟通会表达，而且这种震动很多时候是跟着你们的直觉的。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们会倾向于打开你们的喉轮，打开你们的三眼轮和顶轮，去用直觉表达你们的感受。也就有的时候你们会下意识的讲出来一些话，你们会下意识的去做一些安排，你们有可能下意识的想去跟某一些人进行连接。一些朋友可能会增加开会的机会，有可能会出行，有可能会出张就是出差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在整个月份当中遇见一些跟你们蛮聊得来谈得来的人，他们有可能会让你感受到一些信息，让你接收到一些资讯，是有可能益于你未来的一个阶段的发展的。有可能在这整个的月份当中，你们也会去进行一些浅显的了解，或者说进行一些信息方面的采集和学习。为什么是浅显的？因为这个 Gemini 双子的能量，它其实更加注重是一种信息的集结、沟通和表达的方式。所以整个的月份里边，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更加容易用一些比如说拼凑碎片的方式，比如说浏览网络比如说跟人开会比如说进行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文档，我们在做一个文案，我们需要去展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在众人面前讲话，甚至是展露你们的公众形象等等都是一个很适用的季节。这个季度就是指的是4月、5月、6月，当然我们刚刚进入4月这个季度里边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机会是满满的。你们也会发现，其实你们会更容易去连接和感受到那种，比如说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交通出行里边，然后在你们跟比如说远距离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你们会更多感受到你的思维会变得更加的活跃跳动，而且你会是好奇的，喜爱去学习的，甚至你是喜爱去展现自己的这个能量让我感受到其实你们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状态好 OK。 还有一些朋友我感受到你们其实是蛮有魅力的，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有点智性恋的感觉，就是喜欢上你的某一种讲话方式，喜欢上你思维的方式，或者说你的一些点会被一些意想之外的人所接纳。比如说你没想过的合作对象，一些在暗中观察你的人，或者说会对你比较惊艳的人，有可能在你的周围。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整个月份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魅力，包括在感情当中的，都是一种轻盈的，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无知无觉的，或者是下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会更加让你感受到轻盈的去做自己和去展现自己，或者说很轻松自然的去展现自己的一种姿态。其实也是你在整个的月份当中，包括未来的3个月份当中，你可以去试着调整的事情。不要紧张和局促，我看到其实你是会被很多人所接纳，被很多人所认可、喜爱、支持、赞美等等包括你的文字、你的表达方式等等好，我们抽整体的能量先抽这个塔罗牌，看一下我们在整个的4月当中整体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呢？ OK， 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The World in Reverse
这第一张是正义牌的正位，第二张世界牌的逆位，第三张是 Star 星星牌的正位。我们还飞出来一张什么牌 ？OK， 好 ，Nine of Pentacles 我们飞出来的是这张牌。好，第一副牌的朋友整个的月份当中，我看到你们会迎来机会刚刚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会议的、合作的、出行的，然后在大众的媒体当中，在网络的媒体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平台当中，种种平台当中，你收获到信息的几率非常强。我们主牌居然全部都是 Major Arcana 这上面的牌有正义牌、世界牌和星星牌，这代表了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很强的，而且你们会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一些改变所带动和吸引。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有可能你会集结自己之前的一些智慧开始做事。还有很多朋友，你们更容易去展现你们自己的形象。如果之前你们是保守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去考虑当中的，比如说一些事情我该不该去完全的做出来呀？我该不该去挑战，或者说我该不该去表达自己这个月份当中是易于你们表达，而且是很容易让你们以一个阳性能量去展示的状态。这个阳性能量指的就是你会拿出你的这种动作，拿出你的行动能力，也拿出你对于一些事情的真实态度给到周围的人。spiritual guide， 我看到你会更大程度上的去连接到你的指导灵，包括你自己的整个的直觉能力会大幅度的提升。然后有一些时候你会听到一些 Oh my god， 这边飞出来是 The Hierophant 教皇牌本来想抽3张就 OK 了，就算了，这边我们又飞出来了一张。那我觉得其实你的指导灵，或者说你周围正在帮助你指引你的能量，它是你你的高我，或者说你正在连接的神灵。一些朋友如果信奉宗教的话，是宗教的能量宗教其实当中也会有一些大天使护法神或者说很多神灵有可能会集结在你们的周围给你们传递一些讯号。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在一个转型期，而且是很大的转型期，不管是事业的、你个人的成熟程度的，还是你对于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期待或者是预设的。我看到其实在整个的4月当中，你们会有一种为了自己的金钱，为了你们的未来做良好的计划，并且你们会有一种华丽转身，一种转型的状态。这种转型是成熟化的转型。比如说你做一个行业蛮久了我们现在期待一个新的机会，我们需要去尝试一些新的机会。或者说你有可能会转换你的身份，由一个比如说学习的、工作的，或者说是某人的合作伙伴等等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有可能会往其他方向去尝试。因为这边我们毕竟有一张 Two of Coins 金币的2号，也代表了其实在第一副牌的朋友里边，有可能你们在这个月份的初期，包括现在还有点犹豫、纠结。但是未来之路其实并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我看到是你的灵魂家族，你的指导灵在指引你和帮助你的。所以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可以美梦成真的不必再压抑自己，也不必太过于在意周围人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我这件事情如果我去做了，它可不可以完全成真，它是不是完全 OK 的。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答案是 yes， 但是你们非常需要去突破自己之前的一个结界，一个可以说是比如说安全区域、平稳时期等等。我觉得这种改变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它有一种冥王星进入水瓶的迹象，因为毕竟这边有星星牌，代表了一些新鲜的创意创造，或者说我个人在内在就是想做一个转变，哪怕我的生活有可能现在处在一种平稳的状况，我感受到了外界很多的变动的时候，我的思维、我的想法自然而然的就正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比如说一个灵性的方向，比如说一个更加具有专业能量的方向，或者说你们会更加展望自己未来一个长期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宇宙一样给你们 yes 的答案，一个是的答案，肯定的答案。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通过比如说占卜、大众占卜，或者说通过去连接你的指导灵连接你的祖先去拜一拜的方式，想要去得到一些讯息，想要去得到一些答案。而在这道牌当中，我看到其实你们去做的这些沟通、许愿，或者说这些问号你们拿出的一些疑问，其实宇宙正在给你一个答案，就是肯定的，你一定是要做转型的。而且你的这次转型其实并不是我还是要让自己从
从初级开始做，从 junior 开始做，你做到了哪里，你会自然而然在那个点上，比如说我已经做到了一个中级，一个成熟期，你会在这个点上自然而然的进行一个转化，幅度每个朋友不一样，有的朋友是90度的转化，有的朋友是180度的转化。总之，其实你会向着一个让自己感受到更光明、更加具有公理性、更加平衡、更加理性啊，甚至更加公平的一个姿态去进展你自己。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多，你们是风土象星座人啊，风象水瓶、天平、双子，土象星座金牛、摩羯、处女。好，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让自己心情变得舒畅，有可能你们会一样收到关于钱财的工作的好消息，还有就是你们会把自己之前在情绪上、感情上、生活上很卡的一个部分静静放下。我觉得这种静静放下，就是甚至你在这个点上开始有一点，我不执着了，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多疑惑了，或者说我开始去肯定了，因为你的指导灵家族和你的宗教的神灵和祖先给了你巨大的一个能量。如果你是有信仰的，如果你是去理解这个宇宙的运行法则，你理解这当中的一切或者说你去笃信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你去连接它，我认为你们就不是一个人，你们其实是具有复合能量，或者说你们甚至可以集结很多灵魂灵体的能量帮助你们的。有些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要相信之前无论一个阶段在发生什么，你们其实是为这个转变而生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说你的这个一生当中都是为这个转变而来，但有些朋友我觉得其实你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去做之前的一些铺陈的。我看到你在未来其实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你会在公众的面前展现你自己，或者说你开始让自己去走到一个leader， 会让自己去走到一个变成长官的，变成一个指导人的，变成一个引导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导师、教师的姿态。很多朋友你们做的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法律上的、金融上的一些文书上的工作，或者说跟宗教，或者说跟教育跟新兴媒体有连结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一部分能量，所以宇宙在嘉奖你们，也帮助你们去做能量上巨大的一种 release 帮你们去释放压力和做转化，这是整体上整个月份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我们呢开始逐个来分析首先分析感情，我们看一下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势你们的感情什么状态？Devil in reverse 恶魔牌的逆位，这边是国王牌 Emperor。 OK， 我们再看一下感情上第一副牌朋友 Two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2号，这边飞出来一张 Six of Wands。 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一个状态。所谓的事业心不是我们逼迫自己我要去工作，我要去背书，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会真正的专注的开始做一件事情或几件事情，或者说你会让自己去努力开始去做某一个转化，这都是一个点。其实你现在有一个支点，所以有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不太容易被情所困。无论你在不在感情当中，虽然说这边有张 Two of Cups 逆位就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如果在稳定的交往当中联络会比较少一点，或者说如果稳定交往的朋友，我们可以先去帮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月份当中你有可能会面临到升职加薪，或者说你的长官、你的长辈给你了一些任务和压力，让你去拥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去展现自己，所以反而你会首先放松，或者说你先会把感情放在你的第2位、第3位。有些朋友在稳定的关系当中，对方有可能也呈现出一样的能量，但是我看到就是你们的矛盾有可能有一种和解或冰释前嫌的状态，或者说自然而然的你们会团结一起去解决某一种问题，或者说理解对方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我觉得第2排的朋友整个的月份里边，在感情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连接，无论是我们是稳定关系拉扯关系、暧昧关系，还是说分手当中，你们都适于去专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不是逼迫自己，而是自然而然的往自己该去进步的那个方向去走。我看到其实暂时在情感上的放空和暂停键是帮助你们做一个清理。那如果正在稳定关系，包括家庭中的朋友，你们会努力的去完善你们在物质的、你们在事业上、你们在
工作上的一部分，也包含了你们有可能会去照顾你们的亲人，或者说照顾你们的小孩等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其实是可以有自信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情感对象对待你是仍然抱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说他想要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进行一种，比如说主权上面的强调啊，或者说他会在这个关系里边更多去体现出他的一些传统想法，比如说我们要在一起，那我们就要一起去完成什么。我看到其实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你们会和对方的意见是不合的啊，意见不合的话，有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比如对方他突然可以起心动念的改变他的想法，更多时候我看到是你们有可能在人生的大方向上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多少有一些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你和他之间有一种我们两个人讲不通一些什么，我觉得可以放下这种纠结，先着手一些眼前重要的事情的处理。对，然后这会帮助你和对方重新去理解你们关系的一个深意是什么，你们的关系是互相支持的，而不是互相去磨练，或者说互相去通过改变对方性格的方式来破坏这个关系。其实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碰见对象是比较，尤其是女生朋友对方他比较铁齿他比较大男子主义、独断等等如果对方是阳性能量的话，体现出来这种姿态，其实很多时候也正在告诉你们，其实在感情里边有的时候浪漫细致有可能并不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里边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面包牛奶的话，我们无以谈感情，也没有办法去谈未来的人生。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focus 在一些比较实际的部分。那不是说我们只在乎金钱呢，但是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去处理一些问题，但处理的这个方向来讲也是非常顺遂的，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那如果在这个拉扯关系、暧昧关系的朋友关系还不明确，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对方他会有点疏于管理感情的一个状态，会忽略你，或者说之前有一种暧昧有点戛然而止或突然暂停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你们面对的是断联，你们面临的有可能是单纯的在之前如果分手了，现在这个关系有可能还是在谈分手当中或暂停当中。我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种各自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比较高，原因在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蛮优秀，还有就是谁也不服谁。其实如果你们都是很优秀，或者说你们在关系里边是有主导权的人，反而当你们产生火花之后，一个强烈的需要你们首先面对的一个磨合上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就是谁要先去做这个沟通，谁要先去包容对方，谁要给对方这个空间和让步。我在整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你们会有一点脾气倔强和有点强硬的一个姿态。那一些朋友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现在还在这种拉扯当中，或者说现在这个关系还没有一个结论，甚至是断联当中没有结论的话，也没有关系，先把它放在原地，你去经历你的人生和做你的这个旅行做你的这个事件的一些调整等等都可以。我看到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对方和你之间的一些复联等等会出现在未来，有可能是未来2到3个月。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姿态有可能会渐渐的双方都放软一点，而整个的4月当中，你们是需要去让自己在这个暂停键的时候调整一下你们个人的一些能量，重新思考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往着你们的方向去走几步。比如说事业上的、生活上的，甚至是自我疗愈的方向都可以走几步，因为这会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当你的视野开阔了，当你自然而然的走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当之前的一些争吵和很片面的一些互相不了解已经就是进入了一个暂停阶段、冰封阶段你会发现其实在一个新的季节，你看待之前的问题会变得渺小一点，而你会变得更加的完整博大，甚至你会变得更加具有魅力和吸引力。我觉得唯有理性可以去解决目前的问题，甚至是暧昧感情的发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现在认识的人，对方是个蛮优秀的人，或者说他蛮有自己的体面的身份地位，或他在忙自己的事情，那更大程度上展现的就是这个月份当中完全都是一个事业脑的状态，或者说我要为自己而忙。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个整个的外在环境经历了长时间的一个冰冻之前3年是疫情嘛，我们都在让自己的这个世界走向一种回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回春，我觉得大家有可能首先瞩目的就是我们的事业，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去
一会儿我们会看事业啊，当然如果你有这种灵感去做一些事业上的调整啊、新的学习啊，包括一些网络上的学习互动啊，任何一个技能你想要去学的话，这个月份里边你都是非常灵光，而且有资源去遇见一些蛮不错的老师、蛮不错的课程，或者说蛮不错的一些合作。所以这是我看到，如果是暧昧关系当中啊，我觉得其实 Two of Cups 的逆位有的时候代表了你们不是完全不会讲话或者断联了，但是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很难心意相通，原因在于其实你们都有自己要去面临的这个征战，比如说我要去完成我的这个项目，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就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就很少能够去拿出能量，有点乏善可陈的感觉。但我觉得啊，如果你们是要去强强联手的，那把这件事情放远一点，我看到其实你们会强烈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是我要选择，而一个正缘的开始其实也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不能说全部都是啊，但有的时候一个正缘的开始，往往它带有了一种庄重的，或者说我要谨慎而为的，或者说我不要那么恋爱脑的一个意味。你们现在停下来这个阶段，也是跟对方互相去想一下，如果我进入对方的人生，未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承诺？少部分的朋友，你们会得到这个关系当中的承诺啊。我看到，特别是感情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呢，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容易去上一个台阶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上了这个台阶，对你们来讲，往往不在你们的这个计划范围之内。你们需要跟对方多做一些，比如说相互的给对方一点时间空间等待。还有就是，我觉得对方他有可能在期待荣耀和胜利啊。如果你也是一样的话，那就先去争取这一个。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关系的选择，凭着直觉是没有错的。但是当下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一旦去交流了，反而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也要说去磨练我们的商谈和沟通的技巧，包括在关系当中去处理问题的技巧，也是这个月份当中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去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过于情绪化，或者说我们不善于去真实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商谈和表达。那这张牌其实也告诉了我们啊，如果你想要去进行一个商谈，你想要去找这个人谈话，或者说你想要去铺露一些什么，吐露一些什么，不是不可以，但是你需要这个 skills，你需要这个技巧。你需要一个对的时间，你需要一个轻松的环境，你需要让自己能够去想清楚，包括整理好你的能量，再往前走这一步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感情的处理上谨慎一点。紧接着啊，如果单身和分手的朋友，我看到其实分手的话，或者说目前面临单身的话，你们都会以自己的发展为前提，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月面临到蛮不错的一个打翻身仗的好机会，所以你们可以先把整个的大方向都放在你们在事业上的一个提高，或者说你们个人的一个能量的翻新。比如说我最近蛮喜欢做一些事情啊，然后我最近有可能会考虑购买一些什么，或者说我最近考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个人形象啊，或者说改变我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位置等等，你们都可以去做。我觉得你会让对方眼前一亮，并且以你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姿态，其实你蛮容易的是吸引到一些你意外的就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对象出现。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是我要进入一段感情，我单纯的只是不想让自己的感情世界是过于空白的空窗期的，没有问题。有一些桃花是会出现，但是我觉得能够完全谈得来的，能够去跟你们完全并拢在一起啊，成为一个稳定的关系或互相支撑关系的人，有可能你们还需要花这么2-3个月的时间去磨练自己，精力和等待以及计划一下。所以说这个月份当中，复联的能量其实不强，但是我觉得你们个人提升能量非常的强，而且是很成功的。紧接着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看有没有新的人出现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工作环境，或者说你们周围的一些甚至是长辈或你们参加的一些公众组织的会谈呐，我私下聚会等等，这些人的身边有可能偶然会出现这种就让你很意外的对象去喜爱你，去甚至是会关注你。但是我觉得不管对方的条件如何，我认为是蛮优秀的人。你们现在其实更注重的是你们个人的这个能量的一种调整，甚至是你们在事业上的一种展现。一旦你们的个人能量是稳定的，我觉得其实在感情里边你们是非常具有主导权和判断权的，好吧？好。所以这边所体现的都是个 Major Arcana，大牌的能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月份对你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为自己整个的这个年度或未来打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组牌的朋友，宇宙在鼓励你们去还是一样做整理、做变化、做决定，做行动啊。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在感情之上，你们也正在去打造你们在感情里的姿态和形象。我觉得是成功的啊。那我们看这边的这个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抽到的是 Maturity。23号，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235啊，你们这几个数字经常出现成熟啊。我们看到这个成熟的女士正在去撰写她的这个 OK 一些笔记啊、经验啊等等啊，是一位成熟的女士，而且她的背后有她的指导灵在看她，好可爱，一个星星的祖先啊。这边的牌其实是一样的能量哎。突然感觉到啊 ，A Star and the Hierophant， 就是你星星的祖先。我觉得其实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会把你们满满的爱都投放在你们个人的成长，或你们会给自己个人成长一个总结。还有就是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信念、你之前许过的愿望。你之前想要去得到的一些机会和消息，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有。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还是蛮自得其乐的。还有就是你的这种能量，其实更多时候是会为自己还是一样未来感情的绽放，积累更多的一个能量，一个充电期啊，一个去我自己独处也非常舒适的时期出现了。我觉得宇宙很爱你，而且也很赞同或者说很喜欢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喜欢上自己啊。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可以让自己去绽放，接触自然，还有就是你的灵魂处在了一个芬芳的绽放期。我看到你喜爱的颜色有点偏粉红色和紫红色，这样的颜色其实也代表了你的底轮以及你的顶轮，包括3眼轮，它正在进行一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转化你们也正在去释放你们的一些魅力。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会更有感应能力，所以你有可能会帮其他人做一些建议呀，有可能会给你周围的人事物，包括朋友啊、工作场合当中的一些同事啊等等去做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分析等等，这也是你魅力所在。当然其实这些它关乎于感情吗？我认为它关乎于感情，这是你感情当中的一种魅力，然后这是自然而然你正在去散发的，所以宇宙也正在把一个跟你匹配的人带到你的世界当中。我认为其实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是有人喜爱的，而且对方其实条件蛮好，但有可能他有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对方他处在一个有点自我否定或者说忙碌状态自我封闭状态等等没有关系，各自去将各自的事情整理好。如果你是女性能量阴性能量的话，对方偏向于土象星座摩羯。如果你是阳性能量的话，我认为对方偏向于水象和风象星座是比较强烈好，感情方面我们看到这儿，那下面我们看事业哎呦，第一张牌马上就飞出来一张什么 Seven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7号，看看在事业包括学业金钱上面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样的。飞出来了这边是 King of Swords in Reverse Lovers 恋人牌。好，我们继续抽牌来看一下事业上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能量和消息。好，重新抽一下飞出来太多了。这副牌有一点滑，所以说 Page of Cups 飞出来。好，我们整理一下，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是什么。Two of Swords。 好，第一副牌的朋友事业上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在事业上其实是面临一些机会的，有些朋友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或者说你们在选择自己的事业。我觉得你们的学习运和你们的沟通运很好，或者说你们会有好人缘或者说你们在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一些想要去体现的想法，不过你正在去找机会去尝试或找机会去试炼。整个的月份里边我看到工作中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班，我们在就职中，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比如说你的上司，我这个组织当中，我们的公司这个平台里边背后有一些什么啊，这个背后不一定说是暗箱操作之类的，但一定是有一些真实的事件会体现在你的眼前，让你真正的去明白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些啊，比如说外界的信息信号以及风吹草动给予你的一些真实能量、真实反射。它会让你啊，首先在这些比如说，哎，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人际关系和就是职场当中经历了很多变化呀，现在有很多组织在重新啊整改呀，重新的去处理人员的啊整个这个人际，包括公司组织的安排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正在一个观望观察的阶段，你们会有很多好的想法给到你们的这个比如说所在的部门呐，或者说你的上司、你的下属啊，但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其实是在一个两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变化的左边和右边进行一种徘徊。我们看到2张2号牌 ，Two of Pentacles，Two of Swords，代表了在这个转变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你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的付出是有回馈的。我看到周围的人是爱你们、喜爱你们，也包括肯定你们的工作和付出，赞许你们的努力。但同时我觉得你们在内心里边其实也正在去等待着一些同样的回馈和信号，比如说我有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比如说是不是在这个组织要做一个新的安排和规划的时候，我可以去也给自己做一个啊我一直以来等待的好的转变等等。多听多看，然后还有就是啊，稳定温柔的表达，学会去沟通。如果你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些沟通的局面，比如说我要谈一些客户，我要去讲出我的一些想法，我要去跟我的上司下属去沟通的话，我认为这个月份当中沟通运不错。沟通的运势是可以的，但同时我觉得其实你要去看到一些个别的人，尤其是你的上司，或者说一些啊，比如说你的客户里边比较专业的一些人士，他们言语背后的一些意思，你会得到一些暗示，你会得到一些消息，小道消息。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会进行一些选择，比如说你被挖角了，一些朋友有可能是突然你会得到一个猎头的消息啊，有没有兴趣去换一份工作？或者说你有没有兴趣到某一间公司去尝试一下？或者说你有可能得到了公司内部的消息啊，某某的主管有可能会离开、会离职、会被调度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正在给你一个信号，是你可以快速的去做属于你的转变。我觉得首先你们是在能量上来讲，我觉得是稳定的，我认为你们是稳定，因为你们是比较有能力，还有就是你们有疗愈的一种能力啊，就周围的人蛮喜欢你。紧接着我觉得你们在工作当中是耐心以及喜爱付出的。所以其实现在你们有可能暂时在这个4月当中还在面临着一些悬而未决的没有落下就水落石出的一些消息吧，还没有出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你们起码沟通谨慎，还有就是温和来面对你们在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一些新的挑战，我认为最后的结果都是很不错的。其实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也体现了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共情，一种才思的敏捷，还有就是一种疗愈的能量，这是你周围人需要的。OK，有可能你会突然的被咨询一些问题，你的一些同事、你的一些上司等等啊，有可能会突然的问你一些什么。我觉得你们只要去真实的表达你们的一些就是你们想表达的言语啊，我认为其实 Page of Cups 是情商蛮高的人，所以你可以说是得体、适当又真实来表达你自己就可以了。好。第二点，我看一下创业中自己在独立门户的朋友，如果你们是boss，你们是这个姿态的话，很明显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想做一些杀伐决断。如果你想做一个整改，你想做一个新的规划，但当下你还处在一个蛮保守的阶段，就是还是一样一些事情悬而未决。我认为这个月份当中你会收获一些好的合作消息，同时在财运上你有可能还在去进行一些思索，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稳定我的财源，或者说可以让我去有更多的财运等等。这个月份里边所体现的是你们可以去随机而动就是意思就是你们可以随机应变灵机应变。还有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需要让自己再去考虑一下，做一下内部的这些规划，调查一些比如说这个背景资料等等比如说我们要和客户去合作，我们要和一些人去进行一些连接等等，做好这个背景调查。
其实啊，这张 Seven of Swords 我觉得你们不会被骗，但同时我觉得你们一定是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更多的消息。我们看到 Lovers 啊，恋人牌在这边代表了好的合作，代表了我们看到 communications community，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组织啊，好的企划来到了你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现在啊，与其说要选择财源就是金钱啊，不如说你们想选择一件你们可以长久而为之的自己喜爱的事情啊。所以在整个的月份当中，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我觉得你们还是一样啊。不要意气用事做选择，还有就是在这之前，如果你感觉到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对的话，再等一下时机，我认为更好的，比如说一些事情水落石出的时机有可能会到来，你会更加的明确，诶，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原来如此，是这样的，我看到你的一些下属会帮助到你，但同时有可能也会给你带来一些迷惑性的信息。紧接着在财富这件事上，这个月财运如何？我觉得你们会走出财运上的低迷，但同时我觉得这个月份它是一个回春的一个迹象，所以一些金钱啊进入了之后，有可能要去流通的啊。比如说我们赚来钱之后，我们是要去把它用在一些我们需要的地方，打通我们下一步的路的。所以这是大家这个月份当中可以去做的。人际关系蛮重要，这个月份当中还是一样。你的言语啊，注意一下表达的方式，注意一下你要去给出的讯息啊。你知道了一些什么样的消息，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谨慎而为之。比如说一些人，你有可能不要去跟他讲一些内部的变动的一些消息比较好。好，这只是一个建议。好 ，OK，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学生朋友怎么样？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你们有一点活泼，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反而不太喜欢让自己太过于保守，或者说按在原地去学习，更多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跟朋友啊、同学啊之类的有一些户外的活动，甚至呢你们会有这个 crush， 你们在学业当中有可能会看到一些你蛮喜欢的人，或者说蛮喜欢的这个学科，或蛮喜欢的一些好消息出现，我觉得都是很活泼、很春日的一些消息。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一段时间你们想要集中注意力去通过某一些考试的话，整个的月份里边，你们蛮需要让自己首先，我觉得如果需要放松的话，我们先放松啊，或有些什么事情处理，我们先处理。我们要约会，我们可以先去 dating， 都可以。你们需要让自己在那个可以静下来的时间去做。还有就是你的导师或某一个固定的科目，有可能就比较难突破，有可能现在你在过这个关。那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对你来讲过这个关，你一定不可以有一种我临时抱佛脚，或者说我用一些小聪明可以过去。因为这边出现了一张教皇牌和 King of Swords， 就代表了一种严格或者说代表了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感觉。无论是你还是对方都这样，所以说你去做一些什么也蛮容易被对方感觉到。比如说你的导师等等，你的导师其实有什么弦外之音，你也蛮容易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暗示的状态啊。然后这个牌当中有好多的信息在这当中，所以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有非常多的言语上的、沟通上的，包括邮件message 上面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些对于你们来讲其实不是坏事。我没有看到，比如你们会进入一些误解呀、争端呐，或者说你们会引来小人等等，这个不会。给所有的朋友都是一样的，不会。但是同时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沟通表达上，你们可以去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对 OK。 还有些什么学生朋友，我觉得你们最后就是我看到是你们其实是需要去看一下，如果你们有灵感要去做一些什么，或你们在写论文呐，完成你们的一些学术报告，我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有灵感，但我觉得你们首先让自己首先去舒缓一下，不要在紧张或被压抑的方式里边。你们的导师有可能蛮严格的，或者说一刀砍断，比如说这个不行，你要再重新做啊，这个数据不好之类的。我觉得你们耐心一点，其实你们没有被否定、被拒之门外，更多的是有可能你们需要把对方的想法、对方的一些思路也理解一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你有可能会更加顺风顺水一点。好，看一下这个事业方面，宇宙给我们的 message 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 pay attention to your dreams，OK，注重你的梦境关注一下你的梦境。最近多梦的人蛮多的因为这个节气再加上我们宇宙波动的转换，没有办法，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潜意识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灵魂灵界也正在震动嘛，所以不只是我们3D 世界在震动。所以说天使正在告诉大家，在我们去工作
创业和正在创造的同时，去看到我们这个神圣的啊，包括你们天使指导灵给你们的很多信号。有可能你不会去记得你的梦境，但是你一定在潜意识当中已经得到了这个答案。这是在回应你之前的祈祷和你的求救的。一些朋友，如果你真的是感觉到我正在深陷一个泥潭当中，或者说我现在感觉被绊倒了，我有点无力之类的，一定有啊高维度的能量伸出援手来帮你，你一定被看到了。很多朋友，我觉得你的梦境里边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类似于战乱呐，有可能类似于这种，就是说甚至它会带来一些那种会让你觉得心慌的，带有一些死亡信号的，然后带有一些不安全信号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其实并不是我们就是用三维世界的想法去臆测的，我们梦到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大多数我们的老祖宗都讲了，梦都是反的，所以首先你们可以不要让自己特别担心。再者就是，其实这些信号有的时候在帮助你们去释放你们潜意识里边的恐惧。当你们需要能量的时候，包括需要信息、需要指引的时候，首先你们需要放下这个恐惧。当放下了之后，你会更加清晰的去得到一个决断。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梦，虽然我记不得什么，会有点心慌，我想了半天，我说我今天状态疲倦，但你会发现其实过几天你做事情有可能更加容易，有一种直觉能力，而且这个能量是越锻炼越灵光的。我觉得你现在正在被这样指引着，所以做任何事情，包括跟任何人去处理关系问题，包括说任何的一句话，你们都跟着这个方法去走，练习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你和你的高我指导灵的一种连接啊，就是你的一种能力的体现啊。有灵性修养的灵魂或有灵性修养的人，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包括很多朋友，你们的方式其实就和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相信自己啊。还有就是你们的言语有魅力，你们会创造言语上的文字上的价值，所以你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有想象力的有渲染能力的，或者说充满了海王星能量，就包含着很多临界的信号啊，包含这些模糊的信号，它有可能会变成一种艺术。如果你们是做艺术、做文字表达的朋友，更容易在这个阶段大放异彩。好了，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啊，所有的牌分析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信号。健康方面还是一样，失眠多梦的朋友，多亲近大自然，出去走一走，释放你们的压力，会变好，柔和一点。还有就是感情上有压力的朋友，感情的压力也把它放下，不是我们这样说着说着就我们就故意的可以就把它放下，无意识的去放下它。你首先要去看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其他的部分是什么，再者就是哪怕我们是孤单的，我们当下还要去坚持很多东西，你正在被支援。我看到其实你们拥有满满的靠山，就是你们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把你们托底的能量啊，在你们的周围帮助你们去做很多改变，而你们的改变的时间真的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成熟期啊，很多朋友。出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有出行啊，其实更具体的我觉得是顺利的，但是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计划会有一些改变，有可能你们突然想改变日期时间，有可能对方是这样的，所以跟着你们的直觉走就可以了。包括一些会议啊，一些材料啊，都会有一些突然的变化，但这个并不是好和不好的变化，它只是代表一个象，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改变。OK。其他的没有，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整体的能量让我觉得很高频，还有就是很偏向于一个风的能量啊，一个水平世代的能量在这个里边。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及指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卡牌首先抽的是一张 Beauty。OK， 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Nature， 也就是说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由内而外的变得美丽，而且你的形象正在转换，我看到你的气场正在转换，所以你们有可能会，我觉得这种气场其实并不是只是审美的，或者说我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装饰品我今天穿了一件什么礼服，其实你在由内而外的去感受你的美。一些朋友你们在外在上有变化还是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会回春，比如说我最近再去调整我的身心灵状态我再去关注我目前的这个外在形象等等自然，用自然的方式
还有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自然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小的调整等等。但更多的时候，你们还是需要让自己由内去绽放。你的心有没有这个花海？你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让自己看到这个花海？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不要让自己太枯竭，你的背后其实是有花海的，而不是你只是在原地，这样去等待或这样去，干枯就算了。你的人生里面马上就要迎来花海，所以说为了这个季节，你可以让自己去转变你的形象，还有就是相信你的美。我看到宇宙其实在爱你，还有就在欣赏你啊，你身上有金星的能量。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人喜爱，但是你们有可能在当下一段时间，一些朋友不太想去结束单身，这是我得到的一个信号啊，没有关系，新的世代包容任何的一种生存方式，包容任何的一种状态，甚至是超越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认知，会让我们更加自由和更加革新。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美其实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可以去坚持它。我认为这种美丽来源于你们的智慧和成熟。好，紧接着我们看一下最后易经卡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句什么样的一个 message。我们说的是乾为天卦乾腐らず笑顔であなたを見ている人がいる。灿烂的微笑一下啊，你的周围有人在看你哦。这个季节啊，人生的都要有人生は季節とタイミングがある。人生是有所谓的季节啊，有这样的一些 timing 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多忙少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事半功倍，对吗？所以说现在呢，正是你可以去大展拳脚的时节。有可能是播种的时节啊，意思就是，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健康状态，你们整个的身心灵状态会变得更加健康，而且你有可能在整个的季度当中会有更多的笑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看到你们是扑克脸啊，你们其实有冰山美人呐、冰山王子啊，多笑一下，还有就是可以跟周围的人多哈拉一下，寒暄一下。我认为其实你们是很受人欣赏和喜爱以及注目的，但有可能是你们个人的一些能量在转化，所以你们有可能也没有办法给周围人太多的能量。这个月份里边，你们适合去吸引一些朋友、交流的人、贵人等等出现在世界里边，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是一样，不能一个人一直在走。但是我觉得起码你的周围，这边又是上空啊，你都知道联合大天使在看着你和帮助你，不只是在看着，还有就是帮助，还有就是赞同、喜爱、肯定、鼓励啊。好吗 ？OK， 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祝福大家整个4月当中啊，这个算是一个播种的时节，算是一个转化的时节，也算是一个重新调整和理解外在世界、内在变化的时节。祝福大家也是一切都好的，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很开心跟大家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季节Star Seesaw Channel 也马上就要满3岁了，然后非常的感恩。紧接着就是也祝福所有牡羊座、白羊座的朋友生日是快乐的。那我们可以看最后一则影片，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OK， 感恩跟大家今天连结，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来，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粉水晶数字9号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4月运势要看一下在这个新乐章、新篇章来临之时，我们在整个的月份当中整体的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等等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第2组大家选到了粉色水晶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数字是9号 OK，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Oracle 我们的神谕卡主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和讯息。整个的4月 Tree of Life 生命之树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很有生机，还有就是你们有一种就是整合的能量这个整合统一就是有可能会把你的你内在的真我、内在小孩，还有你的本我和高我连接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在之前有可能你们学习了一个复合的课程，这个课程对你们来讲，你们有可能在学习如何生根如何展开枝叶你们有可能经历过秋天那个秋风萧瑟的阶段掉了蛮多的树叶，
但是这个4月对待大家来讲啊，你们其实是会把你们生命当中的美、活力、本有的资源，一种容光焕发绽放出来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提高你们的层级和体量，有可能你们也会更加注重你们的身心灵健康状态。如果是单从这张牌上来看啊，很多朋友你们会容光焕发，所以我认为如果之前你们遭受了一些疾病啊，身体上的包括精神上的一些困扰的话，4月会帮你们去清除阴霾。我看到这个4月当中，对待大家来讲啊，你们会感受到宇宙给你们很多爱和鼓励，一种平和的能量和支持终于到来了。有可能之前我们就大地也在干涸呀，我们人类也在疫情中啊，我们看到了很多枯萎啊，万物萧瑟。不过整个的4月里边，我看到随着你们的能量，也包括这也是外在能量，你们所面临的外在环境也是一种春暖花开啊，面朝大海的感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心轮打开了，你们的太阳轮也打开了，你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有就是你们开始让自己去接受更多的机会。你们的这个树啊，已经冒出了新的叶子，我们看到上面有浅浅的一层啊淡绿色的叶子。我看到你们在变大，就是你们整个的体量在变大。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冥想当中也讲过啊，我们感受我们的脉轮，感受我们的这个能量的这个运转是什么样的，你们的能量在变得更大更强。所以你们要相信啊，你们在突破阻碍的同时，自身的整个的健康状态，你们的身心灵状态其实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我觉得你们这个月份当中会有一种更加 grounding 的感觉，这种 grounding 有可能是一些事情落定了，或者说你有可能打算在哪里定下来，你的事业有可能定了，或者说你有可能会想要为了让自己去扎根而开始进一步的扩张和努力。我觉得你们是很有竞争能力的，你们也是非常有希望的，所以这个4月当中，我觉得你们也会源源不断的为自己去产生出生命的动力和活力。因为你们看到了在宇宙中啊，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冉冉升起的太阳，这是你们的希望啊，也是你们的 peace 啊，平和，也是你们的这个 well-being 啊，你们的良好的一种状态的体现。好，第2章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出现的是 Eclipse in Virgo 啊，我们看到的是处女座的月食，这个 OK choos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arefully， 认真的谨慎的去选择属于我们的职责和使命，以及我们该负的责任。又出现了 reorganization， 还是一样，我看到啊，大环境当中，我们的环境就是在进行一个 reorganization， 就是说我们的外界这个世界啊，这个频率状态，包括小在我们所处的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人员变动等等，或者说你们周围的人际圈呢，你们内在甚至你们自我也有一些变化。所以一些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做一个很大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首先从内在来的。你有可能在去年就整个的半年之前开始啊，去年9月开始，你就开始在为了迎接调整，或者说面临外在的一些变动而做这种准备。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有实力的人，还有就是有竞争能力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在一些竞争环境当中会被打倒，相反的，你们反而会在这些变革当中需要去负一些责任，或者说你被推到了台前啊，比如说你的上司辞职了，有可能你要开始负担一些业务啊，比如说你的学业啊，生涯已经快要结束，你有可能要去开始面临工作，面临一些人生的大的问题和转折。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开始为了让自己去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去负一些责任。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你们呢可以负这个责任。我看到其实你们是靠谱的，哪怕一些朋友你们会说我是变动星座的，我热爱自由之类的，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做事情是扎根靠谱的。还有就是你会被人看到你的这种潜质，也就是说你会被委以一些责任，会被委以一些重任，会给出一些机会给你们。我觉得这也是你们等待已久的，其实你们是很有潜力的人，你们一直希望被人看到，你们一直希望被真正的就是说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看到在这一次你们会
那4月以后对你们来讲一个变化就是你们有可能会提升你们的体量，意思就是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升级，比如说我现在找到了工作，我升级为了一个比如说社会人了，或者说我开始去负担一份新的工作了，或者说你们开始去升职加薪，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挑战，这一切我觉得都很好。同时我觉得你们其实现在是会去负起属于你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大包大揽。宇宙在以一个公平的法则对待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给到你们的一些包括机会，你们都可以去试着承担一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这种实力的。还有就是一部分朋友野心啊，你们的野心其实或者说生命当中你们的一种稳定性其实在被彰显。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会更加稳定的去处理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的感情、你的事业、你的一些事物的办理等等啊。这个月是稳定而落定的一个状态，好吧？你们的心态也稳了啊，主要是。好，下面抽我们的 Tarot， 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张是什么？诗人 King of Swords， 宝剑的国王啊，我们看到诗人出现了。OK。好，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好，我们这边抽的是，这张牌好特别哦 ，The Chariot 战车牌，也是 Starseed 第一次看到啊。猎人之神，特别啊，观察了一下。OK， 我们进而看一下啊，第3张牌是什么？我们在4月中的能量是什么？我们抽到的是 The Hephaestus in Reverse 逆位的女祭司牌，这张女祭司牌非常的美。OK， 一样这个牌的朋友就是大牌很多啊，上一副也一样，就是我感觉到大的转换在到来，所以你们的能量其实在就是集合在一起，其实是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这边我们是 Four of Wands 权杖4号的逆位。好，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如果你们是蒲公英啊，这个时候你们是你们的种子成熟的时候，所以有可能你们会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飘行啊，你们有可能会重新扎根在一个地方。我看到其实很抽象来讲，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是自我主张，你们会有一些决定，比如说未来这半年，未来这几年我要做什么。我看到你们是很有能力、组织能力、理性的判断能力事物的总结概括能力，很有洞察能力的人，所以你们有可能嗅到了一些变化的气息，而在这里边你就开始去做一个真实的大胆的变化了。我们看到这张 Chariot 战车牌这里边的这个猎人之神嘛，猎神，他的手上也在拿着一把宝剑。那这边我们说的是宝剑国王，所以我觉得宝剑国王他不一定在这个地方体现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诗情画意的诗人的能量了，同时也是一个计划者，也是一个幕后的谋划者，也是一个正在去总领全盘的人。很多朋友我看到了你们是 Star Seeds， 你们是星际种子啊，这张牌其实就蛮像星星祖先的，所以也包括一些朋友萨满。所以其实我看到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的灵感，你们的一些决策能力都来源于你们整个老灵魂的能量，你们的身体里，你们的灵性家族里有这样的一个老灵魂在帮助你去做一些提前的布局，一些未雨绸缪。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我看到你们有可能突然的会心血来潮做一些事情但这些心血来潮其实并不是无意义的，我看到他们会把你导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让你去在之前的一些阻碍困难，或者说这个比如说蜕变期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期也蛮尴尬的，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两个山之间，却正在往前迈这一步，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会不会迈空。这张牌 Two of Stones 金币2号的逆位，代表了你们也一样在做一个转化，跟着这个时代，跟着这个频率，我看到你们在转型，一些朋友你们在转行业，一些朋友有可能在去重新拥抱你们的梦想，你们有可能想要去做诗人，想要去做旅行的冒险家旅行的作家等等。那些朋友其实你们会突发奇想的去看到一些新的行业，或者说因缘际会的你们去参与到一些新的行业当中。Tree of Life 其实也
它不指的是我们人生的稳定，也代表了你们会体现出你们巨大的一个能量，先天的能量。这个先天是什么？先于我们这一次这个3D 世界到来的时候，我们之前整体上所产生的就是一个波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的灵魂来自于哪里，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等等屡生屡世的很多因果集结在这里，这是我们先天的。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会把你一些天赋，你会把你一些很社会化的这个面具拿下来，然后我觉得你会展现出一个截然不同、全然一新的一个姿态给这个世界。首先我觉得你就是会革新的，你就是会叛逆的，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会想要去主动做一些转化。一些朋友可能在考虑了未来几个月会不会去换一份工作，或者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跑道，或者说你们在最近这个阶段从内在里边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你们在变得理性、独立、有责任感，更加踏实，还有就是你会为自己的人生和状态去负责。这个状态并不是我非得要去，比如说落地生根，要去结婚生子，我一定要去有什么样的事业，但是任何一个状态你都会为它而负责，这是你已经决定了的，而且你非常坚定的去决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种突如其来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 Wheel of Fortune 会有一些决定和改变你命运的事件出现。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突然有一天蛮想去一个展览的，你蛮想去买一本书的，你蛮想去一个公园，你很想去看一个亲人，你很想去做一件事情，有可能你说走就走了。但我觉得这个牌当中这个月份当中，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在帮你去转运和转化，它会奠定你未来蛮长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的。所以这个月份其实非常的重要。而对于这个牌的朋友第二副也不要焦虑担心，或者说我还没有目标，有点迷茫等等跟着你的感觉走。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有可能只是在3D 里边，有可能在5D 的环境，在你的内在，包括你的这个本我都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唯有到那个外缘成熟触动到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这个转变是什么。不过我认为这些转变是带有幸运意义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发现，你会真实的开始为你的人生负责，你会开始去踏上一个让你更加满意的，有可能是为你设计的旅途。还有就是你不再去在意周围人的想法，你会去说做就做，说走就走。好，这是整体方面的一个能量进而我们看一下在情感方面，整个的这个4月当中，我们的这个变化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张是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书卷的4号。第二张牌是什么？我们看一下。OK，The Dreamer Knight of Cups 圣杯的骑士。OK， 我们再看一下情感上是什么样的。Four of Mirror OK， 这是 Four of Cups 圣杯的4号。好，飞出来了。那买什么？看一下OK， Knight of Swords 宝剑的骑士。我们再抽最后一张。The Hierophant。好，这个牌全部喷出来了。我们先整理一下。好，在情感上来讲第二副牌的朋友有一定的转机变化，我认为是很好的变化，同时速度不快，因为我们看到2张4号牌，宝剑的4号，圣杯的4号。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牌也蛮有趣圣杯的骑士，宝剑的骑士，宝剑的4号，圣杯的4号 and Hierophant。 我看到是跟你有灵魂契约的人在你周围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并不是就是心里没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心里有一个对象，喜欢的人，或者说你在等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或 Twin Flame。一些朋友有可能你现在在稳定的关系里边，或者说你在跟一个人进行感情。如果是独身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很大几率去遇见跟你有灵魂契约的对象。所谓的灵魂契约就是有缘分吧，因为这边我们也看到命运之轮直白粗浅来讲一下，就是有缘的对象会来到你的世界，还有就是
他和你是有一定的渊源连结，或者说你们在潜意识会互相承诺一些什么。比如说我要来见你啊，或者说我们要再重新的修一次感情课题啊，这一次你要还给我一些爱之类的啊，打个比方而已啊。这句话其实产生一种业力和执着。还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是你的灵魂伴侣，他是你的双生火焰这样的一个对象，我认为他和你之间的故事还在进行，但是你们处在一个半平行状态。你们有交集吗？我认为有。但同时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处在一种静谧而安全的在往自己的方向去走，也会去守住自己的领地的一个感觉。我们分开来讲一下，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的话，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有一定的互相帮助支援，彼此去陪伴疗愈的一个能量。同时我觉得对方他会信守他的承诺，去帮助你做一些你需要的事情。更多时候一些朋友，我觉得反过来讲，有可能你也会去帮助对方，互相给予建议，互相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撑。还有就是也去保护好自己的能量，给自己留一片空间，给自己留一个退路啊，我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如果是稳定关系，甚至你们进入了家庭的话，你们也会去共同商谈，也会去尊重对方，然后你们会去，如果之前有一些彼此的误解，或者说你们在关系上的一些不满足，或者说你们有一些方向不一致的地方，你们会放下这种战争的局面，你们会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整个月份里边，虽然不会去激起很大的这种激情啊、火花呀，但是我觉得你们会去圆融彼此，也会去融入彼此。这种状态其实是稳定情感当中一种很不错的状态。就是我们彼此既在对方的世界里边，又去尊重对方目前的所思所想，还有就是给彼此留一定的空间。我觉得这种空间有的时候也代表一种浪漫，然后也代表一种给予对方的一种包容和爱，甚至它是一种很进阶的爱和欣赏。我认为其实你喜欢的人啊，包括跟你在交往的人，他尊重你和爱你，以及他想要去在关键的时候帮助到你，还有就是他会在你需要空间的时候也给予你这个空间。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现在处在一种既在意自己内在世界的一种疗愈，也在意跟外界的连接。那现在是一个内外界去重新连接的时机，所以这2张4号牌也代表了你们在化为风和水，互相融入彼此的世界，重新融入和重新理解。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细水长流。一些朋友，我们看到的这是 Hierophant， 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收到好消息，比如说求婚的消息、订婚的消息，家人之间肯定你们关系的消息。个别的朋友，如果你们在稳定的关系当中，也会迎来新的生命啊。因为这一张牌 Divine Child， 我们抽到这张教皇牌，其实它也会有一个愚人牌的意味在里边。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这个月份当中会收到好消息，比如说会有新生命到来的一些energy 能量出现啊，感觉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这个小孩是一个 divine child， 是一个神圣之子，所以说跟你是有命运连结，跟你的灵魂是有约定的。第二，如果在暧昧拉扯不明关系当中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关系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要急，一定是慢慢的、缓缓的、温柔的。我认为其实跟你连结的对象，其实对方他是表面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内在是非常感性、温柔和细腻的人。对方集结了这种理性、智慧以温柔细腻于一体啊，同时他有可能正在去疗愈他自己的某一个伤口，或者说你也在去等待他，以及一些朋友是镜面关系，那有可能是你在疗愈伤口，你希望他来等待你。我认为这个人他是一个 dreamer， OK， 也就是说这边是一个 dreamer 呢，这边是一个visionary 啊，一个有想象力的，一个我觉得是充满了远见和智慧的人。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啊，我们虽然抽到骑士牌当中是智者、老者能量，但是我觉得你们很配。还有就这有可能他是你的这个 divine counterpart， 他是你的神圣伴侣。比如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啊，哪怕现在还没有进入承诺。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眼光和你现在的这种观察等等，代表了你有可能选对了人，或者说你们其实处在一个对的方向上。但现在这个感情的发展其实必须要花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花时间？任何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在3D 嘛，如果没有时间这个计量衡给我们能量，我们无法化质变为量变。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静静的去守候彼此陪伴，还有就是给彼此这种疗愈的空间，给对方想象的空间，
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爱正在发芽，就是它的种子已经长出来，它在发芽，总有一天它会长成美丽的花朵，参天的树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很想去保护你，给予你很多能量的，有可能他当下的能量并不够，但是其实你们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平衡的点。如果之前一个是 chaser， 一个是 runner， 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次有可能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彼此能量守恒的状态啊，就是你们会平衡你们双方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暧昧，如果现在在关系的进展中，或者说你们哪怕在彼此守候和等待啊，都没有关系。这个月份当中，你们的能量和你们的连结正在无意识当中被深化。我认为你们的指导灵在帮你们，你们的高我在帮你们去深化你们的关系，去完成这个信任、了解和自我疗愈的课题。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对方和你之间哪怕在拉扯当中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现在还必须要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啊，忙各自的，但是你们的心中是永远都有对方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有一个灵魂伴侣在你的世界啊，进而如果你们想深化目前的一个暧昧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有机会，但是顺其自然。你们好像就是很挥洒的诗人，很挥洒的浪漫主义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方他其实在这个月到下个月之间，应该是会去跟你表白和探讨爱情的这个问题啊。定下来的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第二组当中，你们的爱情迎来好消息。还有就是，如果你在质疑，哎，这个人他是不是喜欢我的呀？或者说我在这个感情当中啊，现在看到这个人有没有机会往前去发展，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复联呢？我认为都是有的。你们的感情让我感觉到其实是有落地的地方，而且你们是在静静的落下来，有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一些朋友如果我觉得，哎，不对呀，我现在在纠结这个人他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一个能量，那我认为有可能在你的感情里边会出现一个新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或是你的 twin flame， 他一定是跟你非常有连接的。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你的正缘，他会出现。所以如果现在这个人他让你焦躁不安，他让你感受到的是惶恐、焦虑等等，我认为有可能能量没有找对。而当下说实话，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因为很多朋友你们能量也在走到一种稳定状态，或者说一个阶段收尾的状态，所以完完全全的让我感觉到你的能量在落定的同时，你心里是有底的。哪怕没有去确定这个关系，或者说这个人还在远方，我们还没有联络，你们的心里永远都有对方的影子，好像你们就活成了对方的反面。比如说阴阳嘛，你是阴面，他是阳面啊，你们是硬币的两面，都是有可能的。紧接着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断联、分手、吵架之类的，这个月份里边有复联的机会。同时我觉得其实各自去专注自己的事情啊，稍稍疗愈一阵子也是这个月好的选择，就是不用特别不需要逼迫自己去做怎样的一个改变、判断等等，自然而然的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甚至你在心中会真正的落实和放下。比如说我有悸动，我有纠结委屈啊，我有不舍不甘等等，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宇宙在疗愈你，你在渐渐放下，你在看到新的机会，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来帮助你们平衡能量。有的时候爱的欲望和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委屈情绪过于强烈，它会化为一种执念。它会化为一种，其实我们产生的任何一个欲念，有的时候也会确实会耽误我们的所谓的频率的提升和修行啊。anyways， 我们在谈爱的这个课题，爱其实在反面再去促进和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不要让你们的情绪过于紧绷，或者说焦虑不安。我认为你们的这个感情的事情是有落地的地方的。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这个月份当中有，而且我觉得蛮容易去遇见你的命定之人的啊。他以任何的一个形式出现，我认为是时间对了。所以一些朋友可能会问我哪里会遇见他，我怎么样遇见他，我应该做怎么准备？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对的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出现了，有可能路口出现的，有可能公司里突然撞见的，有可能这个人电话打错你突然接到的，等等都有可能啊。朋友吃饭突然坐在你对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缘分。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月份当中出现的人，往往是蛮符合你胃口的，而且他和你是蛮对的一种频率。我看到是风水组合啊，水象星座配风象星座的，有这个水瓶、双子、天平，有巨蟹、双鱼、天蝎，然后这边有处女的能量，对，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感情里边，你们反而会
会定下来。如果你还没有定，就是心中安定啊，稳定，或者说我没有以前那种很强烈的我想要去问他个所以然呢，我想要去联络或我想要去说明的欲望了，我认为其实这反而是一个好的迹象。你在成熟，你在重新审视自己，还有就是反而宇宙在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个 offer， 你会得到的。我觉得第2排的朋友在未来一段时间你的感情有好的迹象，修复的迹象，平稳的迹象，虽然没有特别热烈的那些掌声鲜花，但是你的内心里边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对，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当中，你是不是愉悦的，你是不是满足的，只有你知道。我认为你是这样的，好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这个指引是什么？关于感情，我们看到的 Rainbow Reviewer 望彩虹的人，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公主，她在彩虹上荡秋千。 OK， 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色彩，是我脉轮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啊，你们会突然的很舒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舒畅就是你之前的结解开了，主观上你不纠结了，而客观上我认为反而这个人他也不纠结了，有可能会给你一些信号。你们在这个月要热爱自己，enjoy爱自己，还有就是你世界当中除了感情以外，你有很多变化，很多美的事情、可爱的事情、惊喜的事情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反而会让你很绽放，你反而很舒展，你反而充满了魅力。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casual 的去约会一下，比如说有朋友啊，有一些对象啊，有可能会预约你的时间呢，book 你的时间，想要去跟你聊一聊之类，因为你的频率会让人觉得是舒服的，想要去畅谈的，或者说跟你单纯待在一起，会有一种我走到了一个避难所的感觉。这种避难所是我们2个人，或者说我们都处在一个与世无争的平衡状态，这是你的频率带来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和你的感情对象其实是彼此的一个避难所，就是这个世界风雨飘摇，还说我们工作生活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你遇见这个对象是疗愈的，而且是可以让你和他天然信任的，这来自于你们前世积累的姻缘。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开心的去享受生活，然后你期待的事情自然而然会到来。还有就是你是有魅力的，紧接着邻家女孩邻家男孩的这样的人，跟你气质很相符的人，我觉得会来到你的世界，就你反而会放下你的这个国王和王后的王冠啊，你会幻化为一种就是很展开你内心小孩的感觉，其实你就在活你的内心小孩。而这个月份当中啊，你会发现当你疗愈好了内心小孩，你就像小孩一样对着对方对着自己的时候，哪怕只是自己一个人，你会发现无限的乐趣，而这个乐趣也会反向吸引感情啊。好，OK， 感情这边我们看到这里，那下面我们进而看一下啊，很多朋友啊，我就觉得你们是神圣伴侣啊 ，divine counterpart， 就是一个是很柔软，然后很细腻、很温柔浪漫的人，一个是很有我就是宗教或者说灵性的见识，很有判断能力，而且很会去为对方着想的人，所以其实很好的一个组合会出现在未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好的平衡啊。进而看一下事业上，我们看到是 Six of Mirrors Six of Cups 圣杯的6号，看一下事业上第2副牌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呢？我们抽到是 Devil in Reverse 逆位的恶魔牌，这张牌第1组也有啊。好，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Knight of Pentacles 啊，金币的9号。好，我们出现的是 Death in Reverse 逆位的死神牌，我知道逆位的死神牌好美呀。Ariadne OK， Queen of Stones A Queen of Pentacles， 好，很棒很棒。第2组牌的朋友啊，事业学业啊，财运上要给你们鼓掌。我看到你们啊，为什么我说第1副也有这张牌？我认为大环境的改变把恶魔牌带走了，所以恶魔牌都是逆位的。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种在金钱上运势上复苏，而且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类似于之前你做的事情那种状态终于回归了，你赚钱的那种手感终于回归了。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你工作上你会变得更加十拿九稳，而且财运上啊 Nine of Pentacles 你会有财运上的丰收。
死神牌的逆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象，我认为你走出了之前的一个被卡住的时期，迎来了真正的新的开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时辰在当中啊，其实这一切也算是一个业力的循环，我认为已经结束啊，也算是一个 cycle， 我认为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们之前比较辛苦的、累的，或者说被土星压得喘不过气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是双鱼座，我有双鱼能量，难道土星会也让我放松吗？我觉得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看到啊，土的能量，不管是什么星座的朋友，反而会带给你们就这种落定感、踏实感、责任感啊。所以其实现在你反而再去把你的经验拿出来，如果你面临的是一些硬性的课题挑战，我觉得不怕，这个挑战反而会让你去展现出之前你自己拥有、你自己都没有感受到的一些能力光芒。所以我觉得你们头痛的事情，比如说我在等 offer， 我在去等升职加薪的机会，我再去扭转我的经济局势，我再重新攒钱，我再要去买什么，我这个月份当中你会达成。我觉得在事业上你们是落地有声的，比如说一些事件、一些项目你们会很好的做完，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深藏功与名，就是反而你会好了，这些事情我终于不必担心了，那我去做我真正该做的，比如说我去进修啊，我去升级我的技能，有可能你会去把你的专业做得更好，比如说在客户的面前，在你的合作，在会议上，你会更多展现出你的专业精神，之前你积累的，之前你曾经拥有，但甚至又忘记了那些东西的那个状态，你将会展现出来。很多朋友在11月到今年的1月是你的低迷时期，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能量上卡住了，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都会重新的戴上你们的王冠。紧接着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就是稳定工作的朋友，我觉得没有问题了啊。就是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就是有机会去负担一些责任啊，去得到一些title。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找工作的话，这个月份有好消息，而且我觉得待遇和薪资是非常不错的，把握住它。然后你们要相信你们的能量在哪里，所以你们的专业会有发挥的地方和空间。还有就是那些压抑你的部分、卡住你的部分是结束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是可以让自己稳一点。紧接着，如果是在财运方面，我觉得无论是独自创业的朋友，还是说你们现在在重新整理你们财富，这是一个好的阶段，你们可以定一个财富计划目标了。还有就是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一些投资啊，或者说你们要购买一些不动产的，我认为都是可以达成的。紧接着，我觉得之前如果财富上有一些比如说债务问题等等，这个月份也是会得到一些资源去解决它。我看到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有很好的赚钱机会。紧接着就是这些机会是之前你种的种子，所以这个月份是发芽和长成树木的时间。一些朋友你们反而还是一样深藏功与名的感觉出现了，你们不太去在意这些事情，你们会去专注那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你重新播种的时间。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去放下之前业力给你们很压抑的部分，比如说我就是运势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我做的事情反而就让我等很久。我认为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走出之前的一个循环，也可以让自己沉静下来做一些什么了。如果是自己独立门户要去创业的朋友，这个月份也是很好的时间，你将会整理你的资源，也包括之前的一些合作方会给你投来橄榄枝。我觉得你们会看到可以去发挥你的，以及可以让你去引领的一个部分出现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好像是可以给自己当 boss 这样的一个状态。学生朋友，这个月份当中学生朋友能量也很棒，我觉得你们是实力派，所以无论是天赋聪颖的，还是说这个月份当中你们面临一些挑战，或者我要拿出我的课题展现在众人面前，我要去做完考试，这个月份当中一切都落地有声，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按部就班的稳稳的去发挥出你们的能量，不会有偏差过失，还有就是一切都在你们的计划当中。我看到其实你们周围也是有可以去帮助你们的人，但是主要是我觉得你们很需要的是证明自己，所以你们会想要去自己完成某一件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项，这也是你们更多的有了一种责任感，然后有了一种承担能量啊。就有的时候承担一件事情，我们想要承担是不够的，我们有这个体量去承担它，你才会觉得我可以将这件事情
做的非常的有条理，并且在我的计划之中。这张牌 Knight of Pentacles 我们当中也看到了一棵树，我认为很多朋友其实你在找的是你灵魂当中的一种安定，甚至是你想跟你的灵魂家人有连结，然后你有可能在找你的根，然后你有可能再去体现你的一种能力和成熟感。比如说我要拿出我的才华给这个世界看，我认为你再去期待的一切，当你打开了心轮之后，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会发现机会啊，你的等待，你的想法，你所酝酿的一切并不是白费的，并不是白走的，一切都是有它的原因，你也会发现原因在哪里。应该是一种积累，应该是一种学习锻炼和一种考验，一个 test 好吧。好，看一下天使和宇宙告诉我们什么。 Allow yourself to receive， 允许自己去接纳接受，打开你的双臂去迎接祝福恩典。上帝啊，天使正在回应你之前的祈祷。其实你们是有收获的，然后你们也是有很不错的一些机遇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之前拒绝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你们会有点执着，我一定要做完一些事情，我有可能才要去开始一个阶段，我才可以去接纳什么。这个土星拖拽的能量，我看到有很多是摩羯呀，或之前是水瓶啊，或者说也有巨蟹，然后也有狮子和天蝎，就你们之前有可能要负担这些啊。摩羯也有sorry， 金牛也有啊，就是固定星座的朋友。我看到其实在整个的能量场当中，天使在告诉你，你可以去接纳了，这一次你可以让自己朝向光，因为你正在去种的种子已经长出了果实，而且你的祈祷在被回应，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是落地有声，有可能你真正的得到了你应该的，早就应该得到的嘉奖，早就应该得到的 offer， 还有就是你有可能现在正在去重新的安排一些事情，宇宙和天使在帮你去瞧好外界的这个转化，然后我看到你要去打开双臂接纳，你不需要让自己在缩在一个角落去默默做事，然后你也不需要让自己去看其他人幸运，看其他人开心。很多朋友觉得是这样啊，在工作里边，这次你可以打开你自己。我认为打开你自己是一些朋友你需要去打开你的肩颈，就是脊柱啊，就是说我们脖颈的这个地方，然后因为你的心轮和喉轮有点堵住，当你真正把这个地方舒展开，你会发现你得到很多能量，你的生命都很有力，每天都很有力啊，这是你的这个身心灵状态平衡的一个 sign， 所以说这是宇宙告诉大家的，你们可以去连接跟你有感应的植物，比如说树木、草木、花朵啊，这个月份会帮助你们。紧接着我觉得你的意识啊，当你有这个意识去打开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所以方法有很多，但是所有的方法是我们的这个起源啊，这个方法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决定的。所以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性，我要去打开自己的时候，任何一个法门它都是一个途径啊。我看到你们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去接受更多的幸运信息，还有就是展现你的才华，不要再掩藏了，好吗？OK， 很多朋友是实力派啊，其他的有没有？我看一下啊，在经济上好的机会到来，情感上我觉得可以舒缓，然后在身心灵健康的方面，我觉得你们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享受一些casual， 就是闲暇的欢愉的时间，跟朋友一起自己也都没问题。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有出行，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可能会突如其来想做一些事情，这是你的指导灵告诉你的，这件事情必有一些意义，或者说我今天一定要买一个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吃一个什么，我今天看见一件衣服这个颜色其实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有可能这就是跟你有感应的能量，包括一些饰品之类的，有可能会跟你形成感应，你可以去佩戴，你可以去试着连接它，好吗？好的，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啊。第一张牌 Inspiration， 我们看到一个女神在打开自己脐轮的光，我觉得这个光它是和这个处女座的月食有连接的，你们正在被还是一样你在被点燃，然后我觉得这个姿态你现在有可能是一种我是一个正在低头埋头苦干的姿态，你要展开自己，当你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灵感涌向你，而且
你在还是一样华丽的转身和蜕变啊，这是跟第一组有点相似的。你的华丽转身和蜕变是什么？我认为你不但提升了你的量级，比如说你在变得更加专业，你在变得更加有地位，你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升职加薪之类的。还有就是你会把你真正的，你理解的，你看到的，你懂的，你的天赋拿出来。这次我觉得就是不再去隐藏，也不再去低调行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可以高调行事，然后你可以大展拳脚做你想做的事情，起码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低调的人，但是你们做事还是可以高调一些的，还是很有收获的。我认为在这个4月以后，最后看一下我们抽到的易经卡，今天抽到的是天雷无妄，天雷無謀，先入観を持たない、狭くなる無心が一番。就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不要先入为主，这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我们应该有一种不判断的心。我看到很多朋友这张牌在告诉我们什么？顺其自然。有一些事情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把你们的之前的一些固执放下。我不知道这个固执是什么，比如说你就是会相信一件事情他会这样做，他会那样做。其实固执它是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也会去体现出一些优势的，比如说你会坚持，你会坚韧，然后你会旅行，你会去学习，然后你会去完成。但这个时候宇宙要告诉我们什么？你需要将你的心素直になって心を開き让我们很直接的直白的打开我们的心就打开心轮是一样的一个能量。借助自然的能量，你将会有更多的，就是你的愿望将会自然而然的成真。有些事情是我们努力也就是得不到的，这个是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在这个3D 世界就在学嘛。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我们许愿了，没有得到，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说你的许愿不对，神灵不在，或者说你的感觉不灵，我认为这个全都不是，而是你需要让自己扩大，你需要让自己的这个观念变得更加的包容性，然后变得更加的宽敞。有很多事情实现它的方法和法门并不是这一个，你有很多方式，所以说你们可以去改变方式。我们看到这个女神也在画一棵树，有没有？所以其实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某一世你是一棵大树，然后你的灵魂里面有一棵大树，你和你的灵魂家族也连接着一棵大树。你们需要让自己因为是一棵大树，所以说你们会非常的懂得连接，你们懂得能量的循环，你们知道应该如何的去做这种扎根和努力，但同时你需要也去灵活灵动的去扩展你的视野。因此我认为有可能实现你的这个理想愿望的一些途径不一样，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同时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它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教我们什么，并不是说终于实现了，而是原来换一种方法也可以实现，原来我可以更轻松的实现它，原来我可以用我没有想过的更加自然的方式去实现它。所以我们不去掌控，不去把握，不去拿捏当中的很多细节，我们也不去纠结于当中的一些细节是怎么发展的。我看到你们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气候，这个气候就是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很大气的人这个大气就是你的才华，你的能量，你的能力会用在非常适用你的地方，你可以让众人看到你，以及实现你的梦想，去体现你的价值。同时我觉得我们以自然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无为无欲无求，紧接着就是成大器。我看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这样的人，好吗？ OK， 所有的牌看到这里希望能够去帮助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祝福大家一切顺利，然后在整个的4月当中开心平安和幸福。很感恩跟大家今天连接。那牡羊座的朋友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新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日锦囊包括上升月亮金星水星牡羊的朋友。然后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连接和学习，祝福大家一切都好，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绿色水晶数字12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
好，选到第3副组牌，绿色水晶石啊，数字12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新篇章。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的4月整体运势是什么样的。那在感情、事业、财富等等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第3组，首先看一下。我们选到了绿色水晶石，那对应的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我们看到30号 Spirit Guides，OK，这个月份当中啊，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在帮助你们指引你们和召唤你们，让你们去往一个更有光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得到很多助力。这种助力有可能是你在做特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加确认。那你会有一些信息的感应并且你有可能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受到很大程度的疗愈，或者是点拨以及指引。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身心灵状态在被很大程度的提升。你们好像是被选中的人一样，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会发现，我正在去驻扎的这片营地我正在去选择这个道路，以及我要去看到的人事物，已经彻彻底底的展在我的眼前了。很明显，就是之前你的一些许愿，在这个4月份会得到一些确信的信号，或者说真正的回应。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灵性成长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帮扶，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月份当中，感觉和领略到你们成为了一个更加透彻的人，你们成为了一个更加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你们也成为了一个跟宇宙、跟指导灵连接更深厚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张Moon in Scorpio 月亮在天蝎。OK，A change in your emotional life， 是你的情感生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 transformation。我们看到这两张牌，一个20号，一个30号。第3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是这样，在情感上有一件事情，有一个愿望，你们马上就要达成了，它是你们的指导灵带来你们的生命的。那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脱单，一些朋友有可能会得到情感上真正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有可能我会让自己彻底的轻松自在下来，我会放下执着和纠结。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看到某一些人会为了你而变动而转动，比如说之前的他有可能一直以来不是成熟的，或者说他有可能曾经用过一些伤害你的方式跟你连接。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你会看到对方的转变也即将到来。我看到这转变从内而外的也是一样，它会拼凑成为一个很完整的形状。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整个的4月里边会亲眼目睹到很多事情的变化。你们的外在的，你们的内在的，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在跟着你们的感觉走，跟着你的指导灵走，你会发现你是在被帮助、被指引的，你不会迷路。以及一些朋友可能会整理好你们的情感课题、情绪的课题，你们会离开之前的一种失望状态，或者说疲惫状态。有可能你们的灵魂家人在帮助你去整理好跟周遭的感情对象家人、人际关系整理好这当中的一些议题。你们在蜕变，然后你们在变得更加自由，你们在变得更加灵动。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个蜕变了，这一次你可以真正的展开你的翅膀，在天地之间在这个宇宙之间轻盈的飞翔。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担心和顾虑的事情落下了帷幕这个担心顾虑的事情很多朋友是感情上的，或者说你们感情上处在一种情绪的不良好，有可能长期会失眠，你们会有很多悲伤，或者说停滞下来的一些情绪的运作。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你们会更加的轻盈，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是被爱着的。还有就是你会让自己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好，下面我们一起抽这个 tarot， 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第3副牌的朋友，看一下塔罗给我们的信号。Justice， 第1张第2张 Ten of Swords。OK， 宝剑10号的逆位。OK，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掉出来是正位，弹出来是逆位啊 ，Three of Wands。OK， 你再抽一张看一下，整体的方面，第三副牌的朋友是怎么样的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The Fool。哦，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这张的 Fool 是要出来的，愚人牌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像我们所说的，你在破茧重生，你在自由。然后之前我看到啊，之前一个阶段，你有可能经历过一些你要去做的，比如说法律啊、公正啊、裁决方面的事宜，又或者说你在为自己的生命争取一次正义和成功。我看到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天平的度量衡的，你们会去衡量你们在这个世界，你们为这个生命，你们为周遭的人付出了多少。我看到其实之前一个伤痛的环节已经结束啊。这张10号的宝剑牌包含了这张 OK the Fool 一张愚人牌，代表了你们会离开之前的一种困境啊。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之前被背叛和被伤害了，并且你们有可能在意料之外的一些情况之下要去面临一些转化，比如说突然要去离开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人，有可能你有一种无计可施，有能量又无处挥发的感觉，你感受到的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疼痛。但这是一个阶段啊，这是一个 cycle， 有可能这也是一个业力的平衡，有可能你不得不在这个阶段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看到有正义的天使在为你去打抱不平。所以说呢，之前有可能你兜兜转转的去做过一些自我疗愈啊，做过一些自我的变化，那有可能你在整个的4月当中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是不治而愈的，对，甚至你会放下之前的那些纠结，不管那些人事物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这些纠结已经一扫而空，你的世界会变回重新的一种自然的、开阔的，然后你可以去看到这个世界的天地，有很多很多的美丽的风景在远方等你。我觉得你们会在心情上这个阴霾一扫而空，那在身体上你们这种沉重感也会渐渐的放下来。这些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朋友啊，在整个的4月里边，你们有可能还会像以前一样，一开始再去找途径啊，找办法呀，再去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但是到了那个时间点，我认为在4月的中后期，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放下的，并且你是可以用一个更加自由的、活泼的方法去整理它、去处理它、去面对它的。有不少的朋友，你们会从之前的一些漫长的，比如说你们在打官司啊，比如说你们在办理一些事情，你们在等待一个事情的结果，等 offer， 或者是等待远方给你们的消息。你在这个月份当中会从这当中自由起来，会从等待这件事情里边自由起来，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结果是让你们满意的啊，有 Knight of Wands， 并且它来得非常之快，有可能是瞬间的就改变了你世界中的构造和格局，所以你有可能会感觉到你的世界吹进了很大很大的春风，就是吹了进来啊。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耶，我终于自由了，我终于可以让自己从某一种环境当中解脱出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考虑裸辞、辞职，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说走就走的旅行。紧接着一些朋友是一些事情搞定了，一些答案结果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你不再为此而感到束缚，或者说你会去揪着某件事情不放，或某一件事情揪着你不放啊，全部都会放下。因为这个月份里边所体现的是一个新的 karma， 一个新的业力的开始，就说一个新的 cycle 的开始啊。所以如果你之前付出的是很多，如果你一直以来是感觉到旅途啊很劳顿呐，然后你会觉得迟迟的没有看到给你的答案，这个月份里边宇宙在给你一个回应，你是在被看到的，你的等待是在被理解的，还有就是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蜕变，所以你不必在原来的这个位置，在你的蛹里边沉淀、等待和忍耐。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你们就是无为而治啊，什么都不用去做，反而你会觉得啊，这些事情突然会为你而展开。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还在这个状态里边去挣扎的话，你有可能突然会放下你的权杖，放下你的魔法杖，
因为你会发现，哎，更远的地方有更美的风景，而这些其实都是之前一个阶段你在整理你的痛，整理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的。我看到在远方有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事业，比如说你的发展、情感的对象，还有就是你会真正的让自己抬起头来看这些实实在在存在在你世界里边的机会，很美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情感方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sorry，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Star 星星牌耶。好，我们看一下情感方面，比如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Knight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侍从牌。Queen of Swords 宝剑的皇后。哎，稍等，我们要一张牌，要宇宙给我们选一张牌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的正位。最后一张牌是什么 ？The High Priestess 逆位的哦，很多大牌在这当中有The Hermit。我看到啊，情感这件事情，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一样，给宇宙信号，给宇宙你想要的啊，或者说你在这个月份当中，其实是一个，你是一个媒介，是一个管道啊。我觉得你再去将宇宙的能量从你的身体当中，净化或者说改变出来给这个大地。所以说这个月份里边，你有可能很多时候再去得到一些能量的同时，你再去归还一些能量给你周遭的人事物，包含了你情感当中的对象以及一些连结、一些事件。你们是很珍贵的，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是 Star Seed 星际种子，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我们看感情是什么样的。年下恋情的朋友，尤其是现在有感情对象处在年下恋情这样的问题当中的 Knight of Cups Queen of Swords， 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的状态都普通啊，没有很好。原因在于有可能你们都在一个转折点，新的一个阶段到来之前，有可能你们都需要时间去重新的净化和疗愈你们自己，所以两方有可能在感情里边所给出能量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感情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快。如果是在稳定的感情当中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还是一样，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合，或者说你们会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包含身体上的、精神状态上的问题。其实我看到啊，如果你们在关系里边是给予方，就是给的更多的人，反而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点崩盘，你们非常需要自己去整理一下，包含了你有可能想要暂时的去跟这个人不要连接，我有点累啊，或他总让我等，我很辛苦，等等。那如果是啊，你是这一个被给予方，包含了你在稳定关系当中，我觉得你有可能反而会想让自己也是一样啊，稍安勿躁，想要让自己多积累一下能量，去回馈，去感受，去连接。我觉得整个的4月里边，对于你们来讲，外界变化太多，比如说突然的公司啊、院校啊有一些消息，有一些联络，有一些信号，或者突然的你们想去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想要去转职了。然后我想要去争取一些机会了，等等。其实你们的改变非常的多，所以这是一个蜕变期，蜕变的时间点。对于大家来讲，感情都是一个暂停键，并且啊，这个暂停没有好和坏的指向。给予你们都是你们需要让自己把能量先收回到你们周遭，收回到你们的世界里边。所以很多朋友我看到，哪怕是稳定关系里边，你们也很需要独处的空间，并且很难跟对方达成一个特别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或是连结。我觉得这并不是会吵架，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隔阂，更多的时候你们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收在心里，先选择不去表达，或者说因为情绪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变动是比较多的，你们希望花时间去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这边有粉红泡泡的 Knight of Cups 逆位，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拉扯关系当中，或者说你们是单纯的暧昧关系等等，你遇见的人其实是非常浪漫的，但对方缺乏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有可能在你们相遇的时候，时间不对啊，所以说对方和你有可能都是
彼此非常理想的对象，但是当下却没有办法拿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给到对方，所以你们有可能会象征性的去示意对方，哎，我蛮喜欢你的，但是有可能啊，but 永远都有一个但是，原因在于其实当下你们好像不处在一个要去连接情感的时期，你们要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是拉扯关系、暧昧关系的朋友啊，这个月份当中我看到，如果你们的关系没有进展，停在原地，这是一个好的 sign，这代表了你们之间还是心灵相通的，还是有良好互动的，未来是有这种希望和这种期待是跟对方走得更近的。如果你们之间这个月份当中要去明牌，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之类的，那很多朋友所讨论的是未来，也讨论的是断舍离的问题。所以感情这件事啊，我认为大家都可以稍安勿躁。我认为你们是值得很美好的感情的人，并且其实你们非常吸引对方。但同时我觉得如果在感情里边某一个阶段我们去讨价还价，我们去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良好。sorry。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三副牌的朋友啊，感情上给予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建议就是，因为女祭司牌是逆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产生某一种冲动，或者说你们会产生某一种迷信状态啊。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个女祭司在看卡牌，看罗恩符。迷信状态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做占卜啊，当我们的情绪出现了一个起伏的时候，往往这个卡牌所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为我们的情绪所迷惑。同时你的占卜师有可能也会为了你的情绪所迷惑，所以这当中所带有的一个符号就是你们需要让自己hermit， 这是给我们的指引，沉静下来，找你心中的稳定啊，找你的那个点。我看到在你稳定的时候，首先你会更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紧接着在感情里边有可能你会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化解这些问题。有些朋友如果在之前付出的是蛮多，还是一样一个付出的议题，我看到你们有可能考虑在当下去收手，或者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想要去做一个 closure， 一个结尾等等啊，我看到不是时候啊。 The Hanged Man 吊人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会有后文的，会拉扯的，它会让你感觉到还没有到时间，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再等1个月。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就处在这种拉扯关系啊，比如说等待复联呐、纠结等等，我看到这个复联会来临。这个人他会，很多朋友我觉得你的感情对象啊性情不定，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想要连接，有的时候不想要连接，所以这个课题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都是一个，首先如何去满足自己的情绪化，或者是我要的情绪价值，再接着再去行动或给予对方这种情绪的满足。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满足对方的人的话，这个月份你要先满足自己。那对方能量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他会在某一个时间回归，什么时间？心血来潮的时间。或者说你是这个心血来潮的人，因为我们这边有年下恋情啊，有可能有女生比较成熟，然后男性能量有可能处在一个活跃时期、躁动时期啊这种。所以我看到的卡牌是什么 ？Queen of Swords， Queen of Pentacles， 宝剑的皇后，金币的皇后。我看到的是 Knight of Cups， 圣杯的骑士，还有权杖的侍从牌。所以我看到是风水配火土的一个组合。参考的星座是什么样的？女生朋友风水星座阴性能量，天平水瓶在这边，还有双子，这边有强烈的天蝎，巨蟹双鱼也会有啊。OK， 然后在阳性能量这边所体现出来的，多少会有一些偏向于水象和偏向于火象的东西。那我认为其实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信号，你的指导灵也会给你信号，会有一些迹象，但是还是一样，有可能要慎重的去推进它。然后你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可以再多想一下，这是第一点。那如果是单纯的我分手了或者单身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你的旧人会偶尔出现，但是他的状态不良好，所以如果你也一样会受到波动的话，反而我认为在这个月份当中，爱这个问题你们是可以去期待的，但同时你们在内在要打造一种稳定性，才会给自己创造这种感情上的满足感。
我看到一些朋友啊，如果是单身的话，你们会被喜爱，有可能有些人会跟你们告白啊，火象星座的人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边。火象牡羊，射手狮子啊，对，你们会被喜爱，会被追捧。同时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有可能它会在稍微晚一点，比如说4月尾到6月之间，你们会出现感情的信号，而且我感觉是谈的这个对象啊，进入关系这个对象应该是蛮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也可以去 focus 一下在关注你们的人，默默关注你们的人，或者说突然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人，这个都是你的指导灵带给你的，好吧？OK，我们看一下啊，感情上我们得到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抽到的是28号 self-respect， 自我尊重、自我理解、自我肯定。OK， 我们看到我们在走一条这个灵魂之路啊，我们也在走一条荣誉之路啊，回到我们的灵魂家园，或者说达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灵魂课题上的一个完成。你们是有直觉，你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还有就是，如果这条路偶尔是孤独的，偶然这个阶段你是非常需要自我肯定的，你需要去疗愈内在的伤口，你们已经完成了。还有就是你的指导灵，有没有？好，你的指导灵在这个地方在告诉你啊 ，come on， 再往前走一步。然后你是被看到和被指引的，你的头上有光啊，手牌的朋友。所以说，我觉得在情感这条路上，无论你选择单身，还选择2个人，还选择等待，还是选择什么，我认为这是你的发心，对你自己由内而外要的。因此，我觉得宇宙在全情的支持你的同时，也正在给你以鼓励，在告诉你啊，选择你想选择的没有错。我觉得，如果在之前你遇见的感情对象不理解你，或者说让你感受到辛苦、疲惫等等，你可以让这件事情去放下，你可以让自己去选择这条星星之路啊，就是说走回你灵魂大门的路，走回你灵魂家园的路，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变成了一个更加坚决的、内在更加坚强的，并且你的翅膀更加色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勇士。你是一个天使啊，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天使，所以说感情的之路啊，有可能这个阶段并不是特别的热闹，或者说你还需要时间去给自己解绑，但是我觉得好的迹象已经渐渐到来。这个月份里边有很多大的好的转变，我们抽到的牌也都是一些 major arcana，所以祝福在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在感情当中有一个好的能量的回归和好的这种进展，好吧？进而看一下事业这件事情上，好，我们出现的牌是什么 ？Eight of Pentacles， 星币8号的正位啊，第2张是什么 ？The Lovers， 恋人牌，好。Wheel of Fortune， 这张牌说实话非正非逆的掉出来啊，放在这个地方。The World， 世界牌。Seven 的 Wands， 权杖7号的正位，我们调整一下 camera。好，我感觉到啊，整个的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事业上有一种还是一样，新的风和空气已经吹向你们的世界。有些朋友有可能在单纯的还在做自己的工作呀，还在去进行你们的项目啊，我认为会有一些小确幸出现。这边这个 Wheel of Fortune 掉出来，让我感受到你们在工作里面有运气，同时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因缘际会的事件，或者是人事物闯入你的生命。我看到你会在这个时候被这件事情鼓励，被这件事情所影响和吸引。你会看到，哎，原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新方法可以争取，哎，原来我居然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等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尝试。整个的月份，如果你们是上班族的话，我看到有蛮好的一些合作机会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因缘巧合的遇见一些职场上的好机会。我认为它并不是贵人或者说某一个人给你的影响，而是事件会给你影响，让你突然的有了一种重新去争取重新去面临挑战和竞争的勇气。
我觉得其实你们是这种做事情的时候蛮沉稳的，而且你们会有一种不争的心理，不想去争取。很多的时候你们希望的是亲密的协作，达到这件事情的效果是最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反而会让自己去争取一些什么，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比如说曝光的机会，展示的机会，升职加薪的机会等等。有些朋友你们的公司啊、组织团队内在有一些变动，所以你们会面临一些好的机会，需要你们的争取。紧接着我看到你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事务和项目等等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所以说我看到整体来讲，这个月份的工作运势是顺利的，而且也是有生机的，而且也是会让你喜爱的，甚至你和同事啊、上司、下属的这种互动连接啊、合作，包括和客户的一些连接和合作，都会让你感觉到蛮舒适。然后你们会有一种去体验共同体验新项目啊，去完成一些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在事业上还蛮顺风顺水，也不用去操心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会投入其中。如果在争取 offer 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有 offer 的迹象，而且很明显，我觉得是你动手争取来、亲手争取来的。所以在等待 offer， 或者说你们想要去转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拿出你们的 resume， 拿出你们的履历啊，然后也去尝试一下，你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在等待最后的消息的落定的话，我认为，录用的消息啊，这个offer 的消息会来到你们的世界，然后你们也会有机会去放松一下，会呼一口气的感觉。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会忙里偷闲度个假呀，或者说找周末去安排一下，你们有可能去看海，你们有可能去，跟朋友聚餐，你们有可能会去，OK，喝一杯鸡尾酒等等，就是享受那种很轻松的状态。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压力已经一扫而空了，所以之前一个阶段困住你们的，包括人际关系啊，包含一些明争暗斗啊，你们会更有能力啊。因为我觉得其实魔法棒在你们的手里，所以你们好像是不可欠缺的人。你们周围的人也终于理解到了这一点，开始去正视你们的一些真实的实力和改变。创业中的朋友看到，如果你们在独立门户啊，在看一些金钱方面的问题，这个月份里边会有好的合作，而且你们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新的项目，把它推到市场上，推到众人的面前。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在等机会，机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崭露了头角，就机会已经有一点点出现了啊，所以你们会开始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我要开始让自己争取了，或者说之前有可能你们是一种玩票形式的，我尝试一下，我感受一下，我再考虑一下，或者说我在等待。那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突然的，我不要等待了，我要站起来去将这件事情处理完，然后我要将它推向生产线，推向市场。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是一个酝酿，再加上动作的时间，你们会有动作。其实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正在去创造的，我觉得你们正在去做的事情被宇宙肯定和嘉奖，所以你们在被保护的同时，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充满了灵感，然后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灵性的信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事情当中，你们也会发现一些顺遂的迹象出现，就代表了宇宙在帮助你们，指导灵在帮助你们。同时金钱的问题、财富的问题，你们是不需要操心的。我觉得如果你们在等待金钱的好机会的话，会有投资方出现。还有就是你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其实是可以被很好的解决。我认为只要你们稍稍努力一下，或者说你们只要为了这个问题再去多添一把火，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都在你的掌控之内。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事业上会得到很不错的机会和消息，包含了这是你个人的一些灵感，你会大展拳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在这一次是自由的。相对来说，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选择，我去辞职做我自己的事情啊，这种信号也是蛮多的。这个牌的朋友，金钱的问题，我认为你是有一定的积累的，还有就是你会有一些金钱的运气，所以这个月份如果大家想要去买个彩票呀等等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反而你们会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紧接着我觉得你们如果最近会觉得我蛮闲适的啊，我自己在工作上没有斗志没有动力，这个月的月尾你会发现在这个月的月尾开始到未来2-3个月，你都会是一种我充满了斗志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了一些信息，你会想去做一些事情，
你会想要去动手亲自完成一些什么，或者说你会迎难而上啊。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健康的。OK， 学生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也是一样，你们会因为某些人的鼓励指引，重新的拿起你们的纸笔，将你们该去做的、该去学的、该去完成的，大胆的完成起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是劳逸结合那种状态啊，有可能你们也会有一些出行啊，你们也会有一些约会，你们也会有一些很不错的这种调节方式，都没有问题啊。一样调节之后，你们才有能量去真正的集中注意力完成你们该完成的事情。也包括如果有一些考试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之前在努力过了，这个月如果面临一些考试、一些重要的发表之前，你反而需要让自己轻松一点。我看到结果是非常不错的，你会有一种让众人看到你一鸣惊人，或者说你的成绩我看到是非常稳定，而且是硕果累累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现在觉得我的这个准备还欠缺一点的话，这个月份也是帮助你们去做最后的调整的时间。你们可以将自己的一些课业，你们的一些比如说文章，你们再去写的东西，这些逻辑的一些构造，或者说数据的排列等等重新做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让自己轻松的去做事情。轻松就是该去休息的时候，该去放假的时候放假，然后该有这个工作的时间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去完成它。这样的话，你们会事半功倍。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能量啊？我们看一下天使给我们的指引 ，deserving。天使说你是上帝最爱的孩子之一啊，所以说你值得快乐，值得健康，值得爱。好吗？你是值得的。所以宇宙要告诉你什么？你们其实在这个阶段，我看到这边有手的能量，有没有？手要拉在一起，所以呢，其实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我看到是会被帮助和指引的。帮助你的人不特定，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恋人，是你的贵人，有可能是你的指导灵如果你自己在做事情的话，但是你是值得健康、美好、快乐，我们说开心、平安、幸福在你的人生当中的。所以在事业上不用去让自己特别的比如说像土星一样，我要让自己很苦的去忍了，不必再忍。是这个4月的整体能量，原因在于土星换座了。其实土星换座之后，不只是就是说，比如说风象星座水瓶的朋友，其实哪怕双鱼的朋友，你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们重新面对的时候，你也在让自己透口气，换一个方法去面对。所以你们是值得被肯定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变得更加成熟，你们也在用很对的方式去展现自己，努力没有错，坚持没有错。做自己也没有错，宇宙在帮助你实现也帮助你去转化，好吗 ？OK， 最后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信息这个月份当中适于出行、旅行，就我们刚刚说的呼一口气所以你们可以去海边山川看看自然环境周末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抽一个下午，让自己去接触一下水，接触一下天空，海洋、山川、湖泊都可以我看到你们其实是，你们的指导灵希望你们这样去做让你们有一个好的调整，快乐一点，开心一下，换一口气有一个新的环境。紧接着我看到你们身心灵状态在变好，所以说不要担心自己在整个月份当中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头脑发晕的状态，因为整个3月其实偶尔是有的，毕竟这是一个双鱼的月很多星在双鱼上，而4月其实是会帮助大家去开始疗愈，开始爱，也开始去进步，开始去整理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 happiness， 有没有看到蝴蝶？看到蝴蝶的朋友你的指导灵不管什么形式的蝴蝶，天上飞的，还是图像的、影像的等等我觉得其实你们在做一个完整的蜕变，而且做完了，所以你们的指导灵在鼓励你们去快乐，来面对你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快乐这件事情happiness 它也是幸福翻译过来，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需要笑，你们需要去畅快大笑一下，看一看喜剧。还有就是其实你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小确幸值得你们为此而欣喜，提高你们的频率这件事情会提高你们频率。我看到在自然当中，你们有可能会有蛮不错的度假，
或休闲的时光，然后你们会发现这种快乐是你们内心小孩带来的，由内而外的，还有就是没有造作，甚至没有原因。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去调整的。当你们真正开怀大笑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你的那种频率，你对待事情那种思考的方式方法都在转变，而且都在转变为一种更加我觉得是有智慧的，因为这边有 Hermit， 还有就是你会有一种更加平和的能量来释放你的一部分的情绪压抑和阴霾，所以宇宙在指引你，让你在这个月多去笑一笑。第二张抽到的易经卡，我们抽到的是三泽损卦，三たくさん。形あるものは検証していくが、感謝の思いは忘れない。减少有形的事物啊，比如说物质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减法，然后我们要多有一些感恩之心。做减法。我看到有可能我们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感觉到意气用事啊。我们需要不只是为自己，也为周围的环境而去做这个努力，这才是我们这个终生的幸福。我们这个牌里边都提到这个幸福。无论如何你都在还原和回到你自己的初心。所以这边我们讲的 Fool 嘛，愚人牌，我觉得你们再去清除和洗净一些能量，你们再回到一个初心，回到你的内心小孩。有可能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也开始去抛弃在物质上的一些追求渴求，你们再回归到一种非常自然的以及非常具有能量的一个原点。所以说回归到初心，回归到原点，不必为了眼前就是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只是在脚下的一些事情而意气用事，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更远。还有就是这是你们终生的幸福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如何让我们自己终身的幸福，首先你们是值得的，再者就是这个蜕变会指引你们，让你们往一个可以让你们感受到幸福的方向去走。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值得幸福，你们值得为了自己而迎战，你们也值得为了自己而自由，而骄傲，而美。所以说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发现这当中有很多很多与众不同的信息给到你们，这也是宇宙给你们的爱和帮助以及指引，好吧？OK， 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啊，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祝福大家整个4月开心、平安和幸福。那牡羊座的宝宝啊，上升太阳、月亮、金星等等啊，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看一下整个的4月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OK， 那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首先祝福所有来到这一则影片的牡羊座宝宝们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可以愿望达成，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很开心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那从我们生日开始的这一年会有什么样的幸运转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能量是什么样的。牡羊座的宝宝们给 Starseed 的一种感觉，在卡牌当中经常会出现权杖公主、权杖王子啊，是一种新鲜活力。其实牡羊座一旦生长到了一个年龄成熟的阶段，也会偶尔去焕发出一种内心小孩的能量。所以牡羊座其实是非常超越年龄和时间的存在，一个宇宙的真正的就是说 divine child。divine baby 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很多牡羊座宝宝，你们身上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美，全然展开自己的美，而且你们是非常需要太阳的能量给你们支援的。那我们今天抽到的2张牌指引牌，也恰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号和讯息。我们看到是 power and energy。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首先宇宙会给你电池充电，给你一颗大电池。我看到你周围的指导灵也在帮助你，有可能你们之前的一个阶段会觉得有一点晕晕的，或者说你们会有点无力感，又或者说你们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多多少少会体现出一些对于事件抉择的内心犹疑。但是我觉得在外在上来讲，你们依旧是杀伐决断的战神和女战神。新的一个年度，首先你们会有元气，所以这个4月是为自己充电的时间。我看到你们可以去出行，也可以去走一走，或者说你们可以单纯在冥想的时候连接一下你的指导灵和祖先。很多的朋友，你们在新月每一个月的新月的时候，牡羊座的宝宝你们都会多少得到一些能量上的支持，所以那一个阶段你们有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新的 idea， 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好状态出现在你们的身体，或者说出现在你们的周围。
你们是有火的，我看到你们在去点燃你们生命中的火焰。那在整个的这一个年份当中，也是你们可以去重新体现自己、展现自己的时候，它会将你们的生命都点亮，而不是在一个生命的黑夜。如果你们之前经历过了灵性的黑夜，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暗夜时期，整个的2023年，包括从生日开始的时候，黎明到来，而且你们的世界里边也会出现陆陆续续的一些给你们鼓舞的信号，来帮助你们，让你们重新站在太阳底下。我看到你们是需要去冲太阳能的人。当然了，当下我觉得你们的阴性能量在被重新调理，你们的指导灵也在帮助你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年份当中，你们会首先在身体上感觉自己是有动力的，或者说你们会更舒适，你们也会去比如说通过一些调整身心灵的、调整身体的或运动的方式来为自己充电，这都是很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非常需要去补充你们的睡眠啊，最近这段时间你们有可能嗜睡，这也代表了宇宙在帮助你们充电，因为在睡眠当中，我们的灵魂、灵性有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啊，这个时候的你们有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去得到你们需要的讯息和能量。好，进而呢，我们抽一些塔罗牌，一会儿我们再看其他的神谕卡。看一下 Tarot 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啊？新的一个年份当中，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Oh my god, Knight of Wands， 权杖的骑士哎，我们再抽一张啊。The Emperor 国王牌，不愧是牧羊座啊。好，第3张 E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牢笼已经打开了。I am free, by the way， 这张牌 You are free， 所以说很不错啊。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卡牌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新的年度当中有新的计划、出行的计划、升职的计划，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自然而然会走到一个更加权威专业的方向，你有可能会和一些专业人士啊、有身份地位的人进行连接，或者说这就是你的目标，你要往上再跃进一下，你是自由的，宇宙给了你这个 ticket 入场券，宇宙给了你这一个opportunity 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当你的能量是满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年度当中依旧会给自己设立非常多的新目标去挑战它。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单纯的会去享受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时光，比如说你开始花时间去度假了，然后你开始去学习新的东西，你会去看看展览，你会去看看这个世界当中其他的人事物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总之我觉得其实无论你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还是一个领导者，你都是自由的。我看到其实你们会真正的打开自己，重新去尝试冒险。如果之前你们曾经冒险过，然后也曾经在冒险当中有可能我们会疲惫过，或者说我们也曾经失败过你们会重新的站起来。我看到你的战马就在你的旁边他们在正在给你一个 wake up call， 在叫醒你。紧接着我觉得在这个4月到来的时候，你们其实是会有一些新的决定和打算的，有可能是一些新鲜的 idea。 所以说 Oh my god， 全都是 Ace of Swords, Ace of Pentacles， 全部是1号牌所以今年度当中做任何的事情，你们以求新为主，并且求新求变，还有就是你们会有全新的一些机会和计划。我认为在今年的秋冬季节，你们会完全摆脱之前的一个传统的旧的模式，会从这当中解脱出来。很多朋友如果你受到上司和你组织企业当中的一些影响，或者说一些束缚和他们的规划给了你一些发展的瓶颈的话，你会打破这个瓶颈。所以很多牡羊座的宝宝，你们有可能在今年度会有转职，会有比如说离开一些地方，然后你们会不让自己去被囚禁在原来的一个轨道上，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觉得你之前感觉自己被沉重的去比
比如说你在被牵绊，你在被绑定，或者说你好像要去完成一些什么，你有很多使命和责任感，我觉得你会从这当中真正的抽离出来。The Star 这一个年度当中，你就是你自己的幸运星了啊。还有就是有很多特定的新的事件将会，比如说一个大消息等等，会发生在你的世界当中，让你看到，哪怕我们没有求新求变，很多事件也正在求新求变。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梦想成真，有可能你们的尝试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结果，每一次都会得到呼应，但是我觉得这个年度当中，你们的一些尝试，特别是全新尝试，往往会给你们一个 judgment， 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就是未来的这数年之间，你会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进行你的事业，进行你的情感，去连接你周围的人，去彰显你个人的能量、才华和气度。所以说这个生日的时候大家要许愿The Star 你的愿望首先被听到，还有就是在年尾的时候会被回复。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巨大转变好事情会出现在今年的10到12月之间。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祖先指导灵都在帮助你们，所以说我们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锦囊，就是告诉你们其实这个锦囊你们一直都有在你们的周围，在适时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它。还有就是你们的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觉得你们是疲惫的，去修复一下，不要急着，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好事会在未来陆续的发生和被你发现。好，我们分别再来看一下，我觉得你们的牌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所以说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感情上怎么样。感情上我觉得你们首先有新机会，还有就是你们会从感情这件事情上变得自由起来，不再去拘泥于之前的一些情感形式。如果之前你们经历的是比较辛苦的恋爱，或者说异地恋，或者说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的感情对象和你相差蛮远的，无论年龄上还是说在其他的社会的等级，或者说面临的目标等等，我看到其实你和对方有可能在用自己的方式成长。很多朋友我觉得今年度秋冬季节你会得到感情上的好消息，甚至一些朋友会被承诺。如果说正缘的话，我觉得今年蛮容易出现的有一些朋友你们在今年度当中不要去拒绝新的机会，你们要去走出我们看到有2个是关于笼子的牌，你们要走出这个笼子，因为都是逆位的，让自己重新绽放和打开翅膀。有可能你们是有翅膀的，有可能你们就是这个蓓蕾花朵，但是你们有可能在寒冬的时候已经放弃了或忘记了绽放，忘记了展开双翅。其实你们在这个年度当中再重新的去找回你们自己，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上，很多朋友无论是单身的还是有稳定感情的，都可以有不错的一个方向帮助你们去发展。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进入在感情上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其实也是从你身上带来的，也就是如果你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时期，有可能你的感情也会进入一个新的篇章。我看到有些朋友其实对你认真的人其实在你的周围，但对方有可能还在花时间去整理自己，包括接近你，他们也在去重新找一些方法。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感情这件事上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因为我们看到2张1号牌嘛，也就是说彼此都给彼此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新的自己。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会得到一种非常相互呼应的好的信号，当然是在今年晚一点。桃花的话在今年会有，但是我觉得今年是正桃花为主，所以一些就是说其他的桃花呀，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触缘，比如说它只是你有点喜欢我的一个暧昧对象而已了。我觉得今年其实不太容易在你的世界当中生根发芽。你们在今年当中所看到的感情对象，我觉得是宁缺毋滥的。所以我认为哪怕晚一点或发展的慢一点，这个好对象如果你在等，或者说你已经跟他连接了，或者说你们现在在这个关系当中都可以，你们会把这个关系再往更好的方向去推进。我觉得你们会真正的帮助彼此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去寻找到一个更真实的更有能量的自己，这是一个善的缘分好，那在事业和其他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跟我们看到一样，你在往一个更加专业的角度去走，你再让自己去实现你的目标。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梦想的话，我觉得这一次你不再会去受到任何的束缚，你会去大胆追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年度你们会多少有一些冒险，多少有一些新的开拓。还有就是你们有贵人在这个地方，你们有贵人会去赞许你们，肯定你们，支持你们的人，有可能是机关，有可能是一些组织团队当中很重要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是一些长辈。
紧接着我看到你们在金钱财运上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这个年份里边，你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声誉、名誉或者是财源来创造，我觉得是来去冒险一下，来去尝试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年度里边，你们如果再去做投资啊，你们希望在这个年度当中有一些副业等等，我觉得你们以主业为主，以你们自己该做的这个主要的事件为主。为什么？因为你的主要事件是你的根和你的主轴，一旦你在这个地方拥有了能量的话，资源会源源不断的到来。所以说，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在这年度里边也是一个重新稳定你的海底轮的时间，多修复一下你的海底轮和脐轮。我觉得在脐轮和太阳轮啊，这个下三轮的地方，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其实会变成一个更加有能量和能力，或者说你会去 handle 一些事情的发展，你会去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变得淡定，你会变得从容和沉淀，因为你具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去镇住这个场，好吗？ OK。其他的啊，我觉得如果是学生朋友啊，在晋升的朋友啊，职业的道路上，我看到你会拥有机会，而且是一些贵人给予你的新机会。如果是转职的话，我看到是好的迹象，并且如果这是你的梦想的话，去大胆追求它吧。我认为宇宙在支持你。其他的方面啊，包括人际关系啊，我们的个人健康，我认为这一年度你是蛮自我的，以你为主。这也是一个水平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我们要以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些事件为主轴，所以外界的变化也让你们变得更加独立了。你们会有朋友，你们也会有好的出行，包含了去办理一些事件，我觉得都是顺遂的，按部就班的。但我觉得啊，重要的是你们当下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办法，你想要去达成什么，这个许愿的能量非常重要，或者说我希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关密语吧。因为其实你在打开这扇门，你也在就是度过某些你需要度过的关卡。所以这个年份当中体现的是一种你的愿望会被达成，但同时有一些事情是你要真正发愿和发力的。身心灵方面，我觉得你们蛮有条理的。还有就是你们会避开一些抓马，不管是人际关系的还是情感中的抓马，你希望自己能够从这当中重获新生。有些朋友在你重获新生之时，也是你真正的一些情感问题、事业问题落定之时，所以你们不会让自己飘在半空中，我看到你们会落定下来的。指的就是一些事情有回响、有答案、有好结果。好，这是宇宙告诉我们的，你们也在觉醒啊，所以你们的觉醒的力度其实是非常大。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在找回自己，你的 energy， 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 energy 的源头，好吧？最后看一下宇宙跟我们讲什么，调出2张牌。I am captivating and I am free。这张牌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你是自由的，所以说不要再困住自己了，为了情感困住，为了事业或为了你周围的亲人等等，任何的一个情也都困住不了你。我认为其实在这个年度当中，你要看到其实你非常的有魅力，所以说啊，往往困住你的人当然是你自己啦。当你自己看到未来有那么多的风景，我看到是机会，还有就是你有很多大展拳脚，让自己去重新得到希望，重新去引领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你会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的站起来。我觉得很多牡羊座的宝宝，你们在这个阶段在孕育你们的能量，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最近无力困倦，或者说你们会被推着走啊。其实你们现在再去做的很多事情，再去等的很多事情，是要等待你的归位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女王和国王，你要重新回到你的宝座上才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不要逼迫自己，当你真正的从之前的一些情绪和状态里边解脱出来，就比如说我突然的感受到能量了，我现在一些朋友有可能是生日的季节，一些朋友有可能要在秋天啊10到12月，我觉得无论如何你们都会去找到那个能量场，让自己真正的展现出你们的魅力。还有就是你们是迷人的，你们是有魅力的，所以我看到有人在周围默默的关注着你，关心着你，体恤着你，有可能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方式，或者说对于你来讲这又是什么呢？但是你们要相信啊，每个人有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但是在你们的世界当中，你依旧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爱和感受，你不会被抛弃，你不会被冷落，你不会被视若无睹，因为你们的光亮是非常耀眼的，是非常吸引人的，好吧？珍惜、热爱和肯定自己的光亮，你们是自由的。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指引，我们抽一张牌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显化。那今天这个卡牌告诉我们的是 OK, New Moon in Scorpio, Go Deeper。
深浅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这个秋冬季节啊，就是未来这大半年，北半球啊，指的是，你们其实是会让自己在灵性上有更强烈的突破，你们会走得更深。我觉得你们会释放自己内心当中对深刻的恐惧，有一些情绪你们会去整理它，还有就是在这些能量里边，你会去找到你的能量源头。很多朋友我觉得在天蝎的新月啊10月尾、11月，你们会看到你们在播种的一些事情有了回响，还有就是在我们去显化的时候，你们要更多去连接你们的阴性能量，给它以疗愈和滋养，去连接大地之母，包含了你们要去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当下的存在。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需要让自己去思考的更加深沉一点。比如说这个，我们做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寓意是什么？我觉得你的指导灵让你成为了一个，就是冲锋陷阵的女战神、战神以外，也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空间去重新的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我觉得这个路并不是说有多么的艰难，有多么的漫长，而是去打开这个开关。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在星期三星期三以及新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看看都是新月的能量啊。新月到来的时候，去许愿，去为自己充电，去跟宇宙连接。我看到宇宙在帮助你做一个深层的调整、深层的疗愈，还有就是深层的连接。你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看到你们的能量在重新的展开，好吧？OK，那今天所有的卡牌就阅读到这里啊，很感恩跟所有牡羊座宝宝今天的连接，你们是非常具有能量的。在这个月份当中，也期待大家可以重新打开自己，然后调整好我们的各个脉轮。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年度当中，宇宙会将这个锦囊当中很多很多的幸运，在对的时间给到我们，祝福大家。然后也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